好了，在今天这节课就是画头发之前啊，我们把上一节课遗留的问题再解决一下。首先想问一下大家，上一节课跟的怎么样了？跟课的情况如何？你们觉得难吗？觉得难不难？这个，不难啊，难。来，难的同学，你们讲一下，觉得难在哪里？是难是难在，比如说听不懂，还是来不及消化，还是脑子懂了，眼睛懂了，但是手没跟上，眼睛只画了一边，那可能是时间还不够啊，主要是来不及消化是吧？手没跟上，得看回放。对，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画画其实和学任何的一个别的学科也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以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你上任何一门课啊，也不是说课堂上老师讲完以后立刻就全都懂了，都是要结合课后的作业啊，包括反复的考试之前还要复习啊等等的这种，就是要反复的巩固和加强。然后这些就是理论啊，包括一些解题的技巧，才能够比较的熟练掌握。所以画画它更是啊，画画它对于技巧的熟练掌握还是挺依赖这个时间的啊，依赖这个多次的大家的这种练习。然后我是课后把这半边啊，我自己给它补完了，所以呢，今天下课以后我也会把我画好的图那个分享到群里面啊，你们大家可以去参考。感觉没有通透感，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啊，就是哪怕是一个，你们要知道，哪怕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画师或者是画手了，他也还是会在自己的技法审美已经成熟了之后啊，在每一次的练习中，每一次的出作品的过程中，他还是会有新的领悟，他还是会慢慢进步的。所以人是一直，只要你在画画啊，你是一直会有新的感悟，新的东西，就是给你一些思考，一直会进步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们不要觉得第一次没画好，或者是刚开始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满分的状态，就那个什么啊，就就有点心灰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看到别人画的很好啊，觉得自己还够不上，你们就觉得有点气馁，这个是不要有这个想法的啊。首先跟自己比，就是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上这个课之前，对吧？就短短的可能半个月之前，你们回想一下，可能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想想这短短的一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你们如果觉得自己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啊，可以敲个一。如果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已经取得了进步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感到高兴的啊，因为你们一旦就是踏上了，就是迈出了第一步，往后的这个路啊，只要你们坚持画，一定会越画越好的啊。好的，我把这个眼睛也给它补了啊。我突然想起来上一节课啊，就是我没有带大家画耳朵五官啊，就是说最容易遗忘的一个五官就是耳朵。我在勾线的时候简单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勾线应该耳朵哪里勾哪里不勾，对吧？但是我忘了带你们塑造耳朵里面的那个了啊，忘记去细化耳朵里面的这个结构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补一下。好，因为耳朵这里我们之前是先铺了一个
啊，大概的明暗关系，对吧？大概的一个明暗关系和这个冷暖，我们已经先给它定好了。但是其实拿掉线稿可以看得出，这里面还是比较稍微比较的粗糙啊，没有细化的，所以带大家把耳朵细化一下。细化呢，我们就用到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用到细节刻画笔刷，然后教大家怎么把这个耳朵给它细化了。因为这张照片它遮挡的比较厉害啊，这张照片遮挡的比较厉害，看不太清楚。好，所以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别的耳朵的照片，我们来参考。因为耳朵这个部分也不能因为这张照片看不清我们就不讲啊。好的，就你们看，就是每张照片它的色彩对吧也不一样，像这个就很黄，偏黄调，这个就比较粉，比较红啊。然后它的光照啊，各种颜色系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后画画的时候也是啊，就是可以做一些色彩变化，但是一定不要只抄照片，而且不要把 A 和 B 的就是两张照片的颜色混在一起那样去吸色或者什么的，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可能搭在一起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到了这步细化呢，我们就尽量多多的吸画面上的颜色。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耳朵，因为是一个半侧脸的耳朵啊，所以耳朵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耳朵挺全的，它其实是耳朵的正面，人的半侧脸，但是耳朵因为耳朵有角度嘛，所以它这个角度对于耳朵来讲是一个比较正的角度。但是耳朵你看在正面啊，一般来说，在正面给到我们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这个地方，外耳廓这里啊，外耳廓这里，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外耳廓，然后这个 Y 字形Y 字形的这个小饼干啊，它是被包裹在里面的。但是你转到正面来讲，很可能很多人的这个 Y 字形的这个软骨它会伸出来，它会伸到这个外耳廓的轮廓外面，它会挡住它啊。所以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注意，给它画出一个前后前后这种遮挡的感觉。就这里可以画出一点那种像那种人字形啊。好，吸颜色，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可以从画面里面任何的部分去吸啊，你觉得合适的。像它耳朵，然后呢，耳朵这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如果你画好虽然它是会被忽略，但是你画好它其实挺出彩的，因为耳朵它是一个比较薄的，对吧？它是我们脸上五官里面最薄、最透光的一个部分，因为其他的都是覆盖在骨骼一个头骨上面，一整颗头骨上面的包括鼻子它也是在那个鼻骨上面鼻骨下面又是这个头骨，所以它其他的五官都不能做到像耳朵这么的薄。耳朵就是一片薄薄的，那么薄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透光一个东西一旦薄了，对吧？它就容易透。那么如果我们抓住耳朵它薄透的这个特点在这个颜色上面做文章的话，会让耳朵显得特别的，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通透特别的透光。好，我们先把这个耳周这个地方是一个耳周，就是一个小凹陷给它画了。画的时候呢，注意强调一下这个 Y 字形的小字母饼干伸出来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到这个地方它遮挡的地方，可以让这个 Y 字形往外伸一点，就是不要让这一条那么的均匀，不要让这个外耳廓的这个粗细那么的均匀。就是它在这个 Y 字形最粗的地方会挤压到它后面的部分，它其实是遮挡了它是遮挡了。好，然后它这个地方
这个 Y 字形的这个一块大的这种软骨，因为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东西，它是一个柔软的转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颜色慢慢过渡上来，慢慢过渡上来。好，在这个你看我会吸啊，我会吸这个眼角这边的颜色，然后在这种地方稍微给它卡一下，啊，在这种地方给它卡重一点。大家卡的时候不要整个啊，不要全轮廓的去卡它，局部的去有一个这种闭塞的概念，就是在它们最挤压的地方，对吧？挤压的最厉害的那个点去卡它。然后其他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慢慢的爬坡爬上来的过程啊，所以这一片我们就吸这里面的颜色，让它慢慢的过渡上来，不要黑白分明，画它这个体积感。好，你看这里面它都整个啊，整个这里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低洼的地方，所以可以把它稍微连起来，把这一整片啊都连起来。好，这个 Y 字形，你看这个 Y 字形是到了下面是连接这个对耳屏了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不要搞错啊，这个对耳屏不是只和外耳廓衔接，它是和上面这个 Y 字形和里面衔接的。好，耳垂呢，大家把它画的耳垂这个地方画厚一点啊，这边可以画的厚一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耳朵的结构啊，到了就是这个对耳屏结束以后，到耳垂的下面这段距离其实是比较宽的啊，注意这个地方的宽度。好，这里是耳孔，耳孔里面其实是最深的，因为我们里面啊就再往里走就进入了耳朵内部结构了，对吧？但是因为耳孔它通常是被这个耳屏遮挡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不要画一个圆圆的孔啊，就沿着耳屏的方向把这边加深就好了。因为这一块这个三角和下面它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下面这个地方可以画重一点，而且可以把这个轮廓给它卡的清晰一些。好，这个 Y 字形，把这个凹陷，这里也有一个三角形的凹陷，这里也有一个小三角形的凹陷，这里有个三角形的凹陷，把这几个凹陷给它分别画清楚。中间这个凹陷呢是比较柔和的啊，所以往两边过渡要缓慢一点。画完之后，如果你觉得颜色画深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刻画完了以后再重新做一遍这种，比如说加入冷色啊这些动作，可以再做一次啊，在新的这个明暗关系上面再加入新的冷色。好，这些地方你如果想让它缓慢过渡啊，就是重的颜色从下面往上刷，然后浅的颜色呢又从上面往下过渡，然后中间它就会比较柔和。好，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小结构啊，这个小弧把它卡了。好，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问号的开端啊，问号的开端，它是从这里起，然后慢慢的就和下面这一片低洼的地方融为一体。好，把这个三角形这一大块给它填充好。这里我之前用的是一个冷色，现在我把这个冷色稍微略微加深一点点啊，因为我要把它细化了，略微加深一点点，把它画深一点。好，你看这一条线，我们把它稍微卡下来。好，到这里就让它虚掉它。
啊，然后让这一片变成一个比较平缓的坡度。虚调的过程不是说把这个线画的很细就结束了，而是要把这个线啊摊开，把这个线的结尾啊两边给它摊开，摊成一个平面啊，让它有一个线状的状态，过渡成一个面状的状态，然后再消失，然后这个面啊慢慢的变淡变淡。你可以用，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涂抹工具，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些东西再给用涂抹工具给它修饰一下。涂抹工具最适合用来做什么？最适合用来做这种你看柔软的过渡啊，就是这种弧面，这种比较平缓的高低起伏，我们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往下延伸一点。这个涂抹工具它就像一支画笔一样。啊，你看，但凡是这个，你看耳廓啊，它也是一个圆柱的感觉啊，像一个弯起来的圆柱，它两边都是有弧度的。但凡是有弧度的，我们都可以在两边加一点点这种阴影。啊，有的同学我看到那个很多同学在课后交流作业心得的时候会说，啊，我讲的顺序你们都忘了啊，只是最后按照那个效果在那里自己在那里把最后的效果给它凹出来，这个其实是不重要啊，就得是这样的，我们追求的就是最后的那个效果啊，我从来不觉得这个画画的这个顺序啊需要那么的严格啊，你大的步骤不要错，比如说对吧，先铺色，对吧，先把关系给它做一下，再去抠细节，就是大方向不错就行了啊。具体的，比如说先画哪个部位，再画哪个部位，或者是先对吧，搞一遍还是两遍啊，画细节，然后是先涂抹啊，还是先那个，还是先用上冷色什么这些，其实具体的这种啊，具体的这种小的步骤的前后关系没有那么严格。不需要那么的严格。好，你看耳朵啊，这样子，它的形状就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啊藏入一些冷色，比如说三步走，还记得吗？第一步啊吸色，对吧？第二步调整色相，调到你喜欢的，选一个冷色。第三步呢，就调一下它的饱和度，我希望它稍微明确一点吧。好，在这里加入一个冷色。把这个冷色加进来。好，还有像我刚才说的啊，用什么办法让这个耳朵变得薄薄的啊？用什么办法让这个耳朵变得看起来薄薄的，就是会透光的感觉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高饱和颜色，加入一些高饱和的颜色啊，高饱和的暖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部分，你看它这里虽然是这个地方这个凹陷叫做耳周，对吧？小船啊，小船的那个舟，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个舟。虽然这个耳周，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凹陷，你理解为凹陷的地方应该是深色的，对不对？好，大家都理解为凹陷的地方应该颜色就比较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地方虽然它凹，但是它是不是薄啊？对于这个耳朵来说，它虽然是凹进去的，但是其实它的厚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好，薄的地方啊，它虽然说不那么容易受光照，但是它如果光从反面照过来，它其实是会透的，啊，容易透的。就好像如果你用手电筒对着手指，对吧？手指尖尖那些地方，就是会容易发红。好，所以有了这个概念啊，我们就吸这里的颜色。你看，我们用加冷色的方法，反向的加入高饱和暖色，其实方法是一样的啊，方法是一样的，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最后那个结果不同，你要去找的那个颜色不一样。所以你看第一步吸这边
吸这个耳朵里面这个颜色，确定明度，先是确定明度。第二步呢是确定色相，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往冷色去走了，对吧？我往暖色去走，我让它黄一点，对不对？橘一点，让它往这种更暖一点的方向去走，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修正它的就是调整它的饱和度。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高饱和的颜色，高饱和大家记得怎么去调吗？就是你要在不影响明度的情况下，应该是怎么在往右边走的时候往上走往右上方走，一个往右上方走的动作。所以你看我来到了一个这个颜色，我把这个颜色，你看它是一个很橘的颜色，对不对？橘里橘气的颜色我把这个颜色加入到这个耳周里面。你看这个颜色一画上去，你是不是觉得这耳朵透光了？有没有觉得？你缩小要看，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好，那既然你知道用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就按照逻辑去推呀，对吧？很多同学就是有很多路人或者粉丝野生粉丝，他们也会问我，你这些颜色到底应该加在哪里？应该加在哪里？我不可能每一张图告诉你，这张图你要加在这，换了一张图你就不知道了，那张图你要加在这，就不是教你1、2、3、4怎么加，而是你要理解，对吧？这个时候如果你理解它的逻辑是什么，那你就知道了我可以把这个颜色是不是加在所有的这个耳朵最薄的地方，然后容易透光的地方那比如说我加在这个地方，对吧？好像这种地方呢，氛围感也可以来一点，给它呼应一下，不要让颜色那么的生硬，不要那么生硬。然后像这种地方，我们都可以加一点，耳垂也可以给它加一点，是不是就挺漂亮的了好，那既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黄色，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全盘开始考虑了。如果说我们这种黄橘黄的这种颜色只出现在耳朵上面，你会觉得有点突兀的因为脸上很少有这种颜色嘛。所以现在呢，我要再给它全脸再给它全脸添加这个可以呼应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毕竟也蛮漂亮的。那我把这个颜色呼应在哪里呢？这个颜色首先我选了以后，我不能到处乱加。没有到处乱加，有可能是会改变这个色彩的那个素描关系的，对吧？那么我有了这个概念，我需要现在加入一些这种橘色、黄色的元素。我有了这个概念，我可以在任何其他的部位想加进去，但是我不用这个现成的颜色，我重新用这种方法，对吧？比如说现在我想要在它的，你看这个真人的脸上颜色也是比较丰富的那比如说我想在它的下眼尾加入一抹这种黄色、橘色怎么办？我就吸色还是用刚才的方法首先吸一个你的目标位置，吸一个目标位置，然后同样的你看改变色相，拉到我想要的那种黄黄的感觉，对吧？好，第三步你看这个黄我选的比这个橘色稍微再黄一点第三步呢就是提饱和度就是修正它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因为我想让黄色明显一点，因为黄色和橘色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我为什么要加饱和，而不是说停留在一个灰度你们认为的这种莫兰迪色系里面，因为它不一样。这个黄色你有饱和跟没饱和它就是两种颜色了，大家能明白吧？你只有高饱和的状态下你才能够称之为黄色，低饱和的状态下那叫棕色那叫棕色，叫土色，叫褐色，对吧？所以你要想让它呈现一个黄色，你必须让它是一个高饱和的状态饱和度不高就不是黄色。所以在这个时候某一些颜色你要具体的去对待不是说所有的颜色你都全部都用低饱和来画。好，那这个时候黄色我把它提上去往右上方提，得到一个这样的颜色。这个颜色我先画进来，画一笔进来，打开这个看一下，那开一下这个黑白看一下它亮了，对吧？这个时候亮了怎么办
你看这个黑白一开，它明显这一块是不是没有融进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做的啊，你不是把它压暗，不是仅仅把它压暗，你是要更提一点饱和啊，再让它往右边走一走。然后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同时把手啊减轻一点啊，手上的动作减轻一点。你看这个时候再画进去，这一笔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突兀了，就比较自然了啊？因为我说过啊，往右加饱和其实也是加饱和也是给它做了一个加深的动作。因为黄色你往下压，它会变成粑色啊，变成那个土色啊、褐色啊、棕色啊，变成那种颜色。好，当然了，我现在只是做了一个示范啊，我只是做了一个示范，这笔黄怎么加进去，但我们不需要它绝对变成一个黄色啊，不需要是这样，所以带一点氛围感就行了。把这个黄色找到之后，我们轻轻的刷上去，轻轻的刷上去，对于它的明度的改变也是非常的小的啊。轻轻的刷，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还想把眼尾再刷大一点的话，我可以用这个小牛笔刷啊，用这个小牛，用大一点的笔刷呢，刷在它的这个肿眼泡、上眼皮啊的这个尾部，下面也可以扫一点，然后这边也来一点对称的扫一点，轻轻的扫上去就行了。好，这个氛围感就有了，对吧？好，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扫在哪里呢？轻轻的加在这个鼻梁，比如说这个鼻梁两边，可以稍微来一丢丢，对吧？好，然后这个腮红跟这个太阳穴衔接的地方，可以给它扫一点。还可以扫在哪里？还可以扫在这个嘴角啊，嘴角轻轻的来两笔。有没有觉得颜色变得更丰富、更好看了？磕唇沟的这两角，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扫在身体上啊，来身体上也扫一点。我们看着这个照片，对吧？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里面哪一些颜色啊比较能给你有这种感觉的，比如说这个脖子的这一块高光啊，这一块稍微亮一点的地方，我给它扫一点黄。所以就是你每加一个颜色进来啊，我们都不是只是局部的加，那这边你来一点，都不要只是局部的加，你要想着给它整个画面要做一点点这个呼应。好，这边加一点，不用太多了啊，这样就行了，不用太多，太多会显得很花，会显得很刻意啊，一点点就好。好，像这个鼻翼这两侧也可以来一点点啊，这个画错图层了啊，画了半天没画上，回到皮肤层啊，画到鼻翼上一丢丢。其实画到鼻翼上，我们不如这样子，那不如就是临时起意啊，你盘一下这个耳朵的逻辑，对吧？就是暗部你给它一个高饱和色，它会显得发光，会更通透、更发光的感觉。那我就索性把它放在鼻孔里面啊，让这个鼻孔发光，就是让它这个地方啊最深的地方鼻孔它不是沉闷的，反而就比较通透。所以呢，我把这个颜色稍微我再压暗一点点啊，再压暗一点点，用一个细一点的笔刷，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用细节刻画笔刷把它调小一点。把它在这个鼻孔的下方，回到这个皮肤层啊，还是确保在皮肤层，把它鼻孔的下方扫一点。你看这样子啊，把它稍微再调回来一点，调浅一点点，这样会不会显得比较通透？啊，这样会显得比较通透。然后呢，轻轻的啊，把笔刷调大，轻轻的在它的鼻子和人中这地方
再带一点下来。啊，所以其实像这种黄一点的颜色啊，你可以加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这个时候就说到藏色的第3点了，对吧？第1点是根据明暗关系啊、受光啊，对吧？根据它的明暗受光来盘的。第2点呢是根据那个结构啊，比如说那个生理结构啊，或者是本身它的固有色，这个叫做固有色。你比如说就算同一张皮肤，对吧？你脸颊两边和嘴巴的固有色那就是要红一些啊。太阳穴啊或者是眼下这种它的固有色就是要发青发灰一点，这个是根据固有色来的。第3个就是根据你的主观判断，这个主观判断有可能是你为了平衡整个画面的观感，对吧？它的调性，它的统一的那个色彩的一个统一性，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喜好。就如果有的同学想让自己的颜色低调一点，然后颜色更加的和谐柔和一点，你可能藏色会要藏的少一点，而且藏的颜色呢要跟原本的颜色相差近一点。那有的同学如果喜欢那种很花的比较彩一点的色彩斑斓的感觉啊，那么你藏色就可以藏的点更多，然后藏进去的颜色的色相也可以更丰富一点。好，到了这一步啊，基本上我们就大的完成了。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教大家几招啊，做效果的，教大家几招做效果的方式。我们到了这一步啊，底子已经打得不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往上跃升啊。怎么有几招往上跃升？一个呢，就是让它看起来立体感更强啊，立体感更强，更加的逼真一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整体的利用图层的特性来做一些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让它的清晰度再向上一层楼。就好像现在比如说我们是1080P 的啊，最后我们要通过一些小的手段给它开到一个4K 高清的状态。好，那么首先我们把它的体积感再增强一点，这个可以怎么做啊？在皮肤图层的上方新建一个图层，我把它命名为阴影好了啊。阴影或者暗部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层改为正片叠底模式。正片叠底的它的那个意思啊，它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图层上面画的任何的一个东西，它都会把这个图层下面相应的那个部位颜色加深。正片叠底其实就是一个颜色加深，你们可以理解为加深颜色。只不过加深的这个颜色呢，你可以根据你的在这个上面画的色相不一样啊，明度不一样，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大家要知道，在正片叠底的图层上面画任何的东西，它对下面只有加深的效果，没有减淡的效果。所以你看，哪怕我是用一个你看现在我在这个图层上面，哪怕我是用一个很浅很浅的颜色，哪怕我是用一个很浅的颜色哦，我在这个上面画一笔，它都是加深的啊。你看都加深了，看到没有？而且它是平等的加深它是平等的加深，每个部分都加深了。如果不是正片叠底，而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看它其实是一个很亮的颜色，我是在用一个很亮的颜色在画，明白吗？好，所以正片叠底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图层上面画任何东西，它会把底下加深。所以如果我只想加深一点点怎么办？如果我只想加深一点点，我就用一个浅色来画它。这个时候我在这里取的颜色就你不用参考下面的颜色了，你就只是根据你想让它走的方向。好，那么我现在想让它的脸整个的走向是，有一些地方我让它再加深一点，然后呢因为这个加深也是带颜色倾向的，你用黄色去加深，它就变成所有的都更黄更深。如果你用蓝色去画它，你看画上去它就会更蓝更深，明白吗？好，那么我在这里如果你想让它的皮肤周围质感再稍微立体感再强一点的话，可以选择像我刚才说的冷色加深，也可以
用暖色加深也可以啊。那我在这里用一个跟他肤色比较接近的，但是呢饱和度不要太高，我把饱和度降低一点，用灰调一点的颜色，那样它就是会比较的不那么的扎眼啊。稍微带一点点灰，然后稍微给它亮一点，用一个比较亮的颜色。好，这个时候用到的笔刷，在这个你们找到3月更新里面有一支柔光笔刷，找到了吗？在3月更新往下翻，大概在中段中不溜的地方有一个柔光笔刷，大家找一找。这个柔光笔刷它就像一个喷枪一样啊，它就是有点类似那个 PS 里面的那种柔边的喷枪。它画出来的颜色就很均匀，但是它很油腻啊。这个笔刷我们只是在做效果的时候偶尔用到它，做光效的时候去用到它。平时画画不要用这种笔刷去画，因为它的边缘太柔了啊，太柔了，太油腻了，画不清晰。好，用这个笔刷啊，好，把它调大，找到了吧？把它调大，轻轻的刷在，你看，轻轻的刷在我们脸部的一圈，脸的外轮廓。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啊。轻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刷上去了没到底。你看耳朵这里外轮廓你可以刷一点。好，那怎么知道自己刷上去了没呢？你把这个图层关掉再打开，看到没有？关掉再打开，你就发现是有变化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就做效果的时候一定要微微的一点一点的往上加，你一笔上去就出效果了，那说明糟了啊，说明劲儿太大了，用力过猛了。好，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啊，然后慢慢的，你看根据这个妹妹，你看受光的情况，我们把她的高光也是安排的稍微靠左一点的，所以她右边其实会更暗一点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在右边，你看她的，因为她动作的关系，她右侧这边的腮这里的阴影也会重一点，我们可以稍微在这边多来2笔，就轻轻的画它啊，轻轻的画它，多来2笔啊，你可以啊，把这个图层可见的这个开关反复的打开，然后再关掉，看看你加上去的效果。好，然后这个还可以用在哪里啊？你所有的画面你想加深的地方，它是用在哪里？最好是用在那种过渡比较平缓的地方啊。所以你看，我如果想让它的太阳穴再加深一点，对吧？包括我想要加深它这个肿眼泡的这种感觉，我可以在这个眼角轻轻的扫啊，卧蚕下面轻轻的扫。如果你想让它的鼻子，那这里轻轻的扫一点，把眼尾轻轻的扫一点。如果你想让它鼻子更挺拔，对吧？你可以把这个鼻梁、阴影这边给它非常非常轻的再过一下，打圈圈。然后这边我打了个圈圈，把鼻翼这两边加重了一点。好，然后我还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磕唇沟，或者直接把它的下嘴唇啊，你看把它的下嘴唇再扫一遍，下嘴唇再扫一扫，然后这个口裂线里面把它调细啊，扫细的地方就口裂线里面再用它扫一下。这些都是你做了好像你也不知道你做了没做的工作，但其实你看关掉它以后，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对比就出来了？有没有觉得妹妹的脸变得立体了一些？好，那这个东西啊，它是会对下面图层也有用的啊。你看画出界了，画出界了怎么办？我直接给它执行一个剪辑蒙版啊，直接给它执行一个剪辑蒙版。你看它就只针对这层脸的这个起作用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画在身体上啊，在身体图层上面加一个新的图层，然后呢把它设为正偏叠底。好，直接我们就那个剪辑蒙版给它安排上。那正偏叠底剪辑蒙版给它加一个。好，接下来就还是用这个柔光用这个柔光笔刷，你把它的身体的部分你观察它哪些地方
啊，一般来说就是画面的边缘啊，你画到这种地方啊，你怕画不均匀，你就把笔刷调大，画面的边缘轻轻的蹭啊，蹭一蹭给它加深，特别是你看这个脖子啊，这边它后面要和头发衔接的啊，所以它这里一定不要出现一个过于清晰的边缘，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横搞一下啊，稍微多来几遍。啊，这边也是。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适用于你把底子铺好以后，最后再强调一下它的效果，强调一下效果啊。不建议大家就是过于依赖或者是大面积的啊，或者很早开始用，因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以后，你的画面会出现一些，在我看来啊比较油腻的那种效果，就是太光滑了，因为它这个笔刷很软啊，过度太均匀，这种太均匀的东西一上去呢，就会有一种就是比如建模般的那种假感啊，就是它缺少了一些手绘的温度，就有点像是建模建出来的了，那种手画的肌理感会稍微弱一点。就当然也有些人追求这个啊，有些人挺追求这个的，挺追求画出来的像建模建出来的一样啊，挺追求这个。如果你追求这个，你就可以多用用这一招。如果你不追求这个，还是想让它有一些绘画感啊，看得到笔触。啊，看得到那种稍微平一点那种绘画的啊那种颜色块块的感觉，那就这一招就少用。好，有些同学这几招啊，这几笔画上去以后，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啊，当你觉得还有不均匀的地方怎么办？你可以这样啊，把这个图层，你看这个图层，你给它执行一个点开这个上面的这个小的魔棒啊，魔法棒工具，然后呢找到高斯模糊，找到没有？高斯模糊。打开它，好，然后你的手或者是笔啊，在屏幕上面往右滑，你看在你滑动的过程中啊，这个数字会加大，然后你会发现你画的那些东西它就会变，它就会变得模糊，模糊会让它变均匀，当然也会让它的范围变大，也会让它变淡啊，所以你这个高斯模糊用在什么不精确啊，你画的东西不精确，但是你想让它均匀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这一招。你像我刚才，所以这个数值啊，高斯模糊的数值我可以稍微大一点，搞个10几20也 OK，因为它是铺在那种大面积的皮肤上面的。好，那如果有的同学我想在脸上这个图层给它也执行一个高斯模糊啊，那这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刚才我们画了像这种鼻头啊、嘴巴呀这种小一点的部分，所以你如果想要高斯模糊的话，你的数值就不能太大，你看数值它就扁平了就没了啊。所以如果要在这种脸部这种地方执行高斯模糊的话，可能个位数的数值就够了啊，可能个位数的数值就够了，或者是你如果一步到位了，也不需要啊，也不需要去进行这个高斯模糊的过程，不是非得要所有的，不是非得所有的步骤你都得给它拉满啊，有的你不需要做的就不去做，但是我会教给你啊，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再用。好，这是那个阴影。那么同样的啊，这个皮肤上面还有一些比较有光泽的地方，对吧？像这种水光肌啊，水光肌是怎么打造出来的？现在我们新加一个图层啊，再新建一个图层，还在这个皮肤层的上方，我们仍然把它变成一个剪辑蒙版。好，现在呢，我要把这个图层的模式改为柔光，或者是强光也可以啊，柔光、强光、亮光，这些都可以，包括绿色。绿色在哪里？在这里啊。这些行为都是会，跟刚才的正片叠底是相反的，都是会让你下面画上去的颜色变浅的。所以你看，比如说假设我开了一个绿色图层，那么我如果用浅色去画，它就会变得更浅。哪怕我用一个深色，你看，哪怕我用一个深色去画，它也会变浅的啊，看到没有？现在我把它恢复正常，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深色。
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改成绿色模式啊，或者是像什么柔光啊、强光不会啊，绿色模式的话，颜色减淡啊等等这种模式，它是会把下面的颜色变得更浅的啊。所以要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用到的是啊，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柔光或者是强光模式。我可以用强光吧，强光稍微明显一点啊，因为我们后面还可以再调，为了让你们看清楚，我们用强光。啊，强光模式，那我直接就是吸，选颜色怎么选啊？这时候怎么选颜色？我就直接选皮肤的颜色，同样的颜色叠加上去，它会变得更浅的，对吧？直接吸一个皮肤的颜色，还是用这个柔光笔刷啊，还是用这个柔光笔刷，我们把想让它更亮的地方，轻轻的去扫一扫，比如说哪里，像它的额头这个地方，额头中间，对吧？额头中间这个区域啊，我把它用一个别的颜色给你们示意一下啊。然后额头中间这个区，对吧？你们会看到很多的美人啊，很多的美人的额头，它不是一个均匀的平滑的一个这么一个弧度，它是这个地方会顶起来高一点啊。然后像这种地方啊，鼻梁的地方啊，对吧？然后像这种苹果肌下方啊，都可以再亮一点，包括像这个地方啊，下巴这些地方都可以亮一点。好，还有像什么脖子啊这些地方啊，锁骨啊这些地方。包括胸的话，可以提这两坨顶上，这两坨不是它真正的那个胸部的位置啊，它胸部被衣服包着的，但是它这个肌肉是跟下面相连接的，所以其实这样子去加亮的啊，包括这个地方都可以让它变得提亮一点。这个提亮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微微的提亮啊，所以在这个强光涂层上面，我们直接吸它皮肤本来的颜色。好，开一个这个柔光，用这个柔光笔刷，把笔刷调大一点，轻轻的扫在我刚才标的那些位置上，轻轻的啊，你一笔看上去有一点点提亮就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要贪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不能贪多啊，否则越画越油腻，而且越画越那啥。把鼻梁稍稍的提亮一点点，然后鼻尖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要记得调整我们笔刷大小啊，鼻尖地方给它用打圈的方式提亮一丢丢。啊，比如哎，有的同学还想让它卧蚕再饱满一点，对吧？比如卧蚕这个地方啊，笔刷调小一点，把这两个地方再轻轻的扫一扫，甚至是什么眼白的这个中间这一段啊，球体啊，把它当成一个球体，它中间受光最强的地方，你可以轻轻的扫一下。啊，还有哪些地方？下巴啊，磕唇沟下方，扫多了啊，轻轻的来一点。啊，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把它关掉，再打开看看，是不是质感又不一样了？现在我把这两层同时关掉，再打开，是吧？你可以看得到啊，质感是有变化的。我把它黑白开看一下，开个黑白，来，我把这两个关掉，看到吗？是关掉的，然后再打开是打开的，有看得出一些微妙的变化啊。好，如果有的同学觉得画完以后，觉得下手太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还是仍然可以去调，你看调整这个滑块，改变它的不透明度。然后包括这个妹妹的眼皮啊，眼皮的上方，你看就把它整个这个眼眶当成一个球体，这个眼皮上方是不是也可以稍加提亮一点？连带着双眼皮和这个上眼皮一起啊，扫一扫，给它提亮一点，小面积的啊，再给它提亮。其实是什么？那提亮的是什么区域？就是这个区域啊，你可以这样子去提亮的。从卧蚕，从卧蚕到眼球，到上眼皮啊，上眼睑都可以这样去。
在它的这个球体啊最高的地方做一些提亮。好，额头这边我刚刚觉得那两笔有一点重了啊，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放大一点，给它轻轻的抹掉一丢丢。好，如果觉得 OK 了啊，觉得 OK 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合并涂层了，因为我们的涂层是有限的啊，如果这样加上去，啊，这些涂层是不够我们用的，所以大家啊，如你确定没有问题了，你就把涂层合并，啊，这3个涂层把它合并了，一定要记得合并之前啊，要确保它是一个剪辑蒙版的状态啊。那么身体的部分也是一样咯，重复刚才啊，然后新建一个图层，把它设为强光模式，柔光模式也可以啊，这些就提亮的各种模式你都可以试一试。好，然后呢，把它变成这个剪辑蒙版，直接吸一个肤色啊，吸肤色，然后用这个柔光笔刷，在你想让它稍微变得有光泽、鼓起来的这些部分啊，轻轻的去扫一扫，加重一丢丢，比如说这个锁骨啊，最后这个效果去做了它不会影响我们之前已经铺好的那些颜色啊，它只是会整体的均匀的去提亮这个部分。你看我这个圈圈在这边一打，它这个肩膀的骨头是不是就顶上去了？这地方轻轻扫一下就好。那把这2层开关试试打开关掉看看，觉得 OK 啊，就合并涂层。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给它打开这个4K 高清模式啊。4K 高清模式怎么开？就是当你觉得一个图像很清晰，你会觉得它很清晰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的细节变丰富啊，细节变丰富。那么你怎么会觉得它很清晰并且很有细节呢？那一个更直观的一个表征啊，一个迹象就是你会发现那种极细极小的那种色块啊，点状线状的细小的那些色块变多，变得清晰，就会让它看起来更清楚。好，那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开了4K 高清，而且充值和没充值前后的效果，我直接新建一个图层来画了。但其实这个动作啊，你不用新建图层，你直接画在这个皮肤层也是可以的啊。好，我直接新建一个图层。现在我们给它来做一个加强的动作。所以今天啊，从上课到现在，我们做的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是相当于给这个画面润色，相当于更进一步的去细抠。这个是对于那些追求高清质感、追求细节丰富的同学来讲，这些手段你是需要知道的。但是我个人还是对这个东西它的正面意义啊，我是持一定的保留观点的。就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认为细节一定是越丰富越好，一定是质感就是越光滑越逼真越好，然后一定是越高清啊，有更丰富的细节一定是越好的。我个人不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就是或者是用它来评判一张画的好坏的指标啊，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认同这一点啊，但是呢，我也不否认很多人是吃这一套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普通的就是大众来讲，你这些东西啊，你这些手段啊，其实对我来说这就是手段，你这些手段往上一加，它确实是比较讨喜的啊，它是一个讨喜的部分，是一个对于大部分就是平均审美这个层面的观众来讲，它是一个加分项啊，是一个加分项，所以如果是你也喜欢这个啊。你也挺吃这一套的，那这些手段你得知道。
对吧？但是这个以后你是不是真的要用在你的画面里面，把它变成你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指标之一，你自己去决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使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我们把这个我们把它的 4K 高清给它打开。怎么去打开呢？就是你就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足够细的笔刷去刻画细节了。这时候比如说眼睛，我现在吸一个最深的颜色，上眼线最深的颜色。接下来我干嘛？我把它再加深一点。这个加深一定要是首先我把色相还是放到这种偏暖一点的红色来，然后呢往右下方走往右走多一点，往右下方走，就是一定要提点饱和不然的话这个画面会越画越黑，会变脏。然后这个时候把笔刷调细，你看把笔刷调细，调的再细一点。好，我用这个来勾勒一下，我现在要用这个来勾勒一下了勾勒一下这个一些细节的部分，比如说上眼睑的内部，那我把它就是上眼睑的和这个眼白分界的这条线卡一下这边你给它卡一下。好，然后像这种地方，给它画出去好，画到下眼线的时候，我还是稍微把这个笔颜色调的淡一点，就往回走往回走，往左上方走，不用那么深，因为上眼线是最深的下眼线不要那么深，饱和度可以稍微高一点吧。还是得要有个红红的感觉这个跟肤色要有关系。好，用一个细的线条把这些地方，像眼腹这种地方再去眼角这里再去勾勒一下。你会发现加了这种很细的线之后，我的屏幕在这给我玩心跳呢，稍微再深一点点可以往冷色走一点，给人一种那种精致感其实就是让你的画面变得精致。怎么样会有一种精致感？就是这种细节变得更丰富了，就是细的地方更细了，就会有精致感出来。那么包括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双眼皮的精致感也是一样的那选一个比它这条双眼皮上面选一个最深的颜色，再进一步的加深它，选一个比它更深一点的颜色我是在往右下方走再去用比它更深的颜色，用比它更细的线条再去勾勒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全轮廓去勾你卡在一些局部的，你从头到尾勾一条还是会显得傻傻的局部给它加重。如果你在加重的过程中发现产生了缝隙那你这条线画完以后发现它下面好像出现了一个白边你可以轻轻给它扫掉把这个缝隙要填住，不要让它出现缝隙，该衔接的地方还是要衔接你现在在看右边眼睛和左边眼睛比起来，是不是它的精致度又高了一层有没有觉得？
好，同样的啊，同样的方法。我现在是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啊，我就用它来画眼皮、双眼皮褶子和这个下眼线。那像这种地方产生了一点点缝隙，我还是要把它填上。双眼皮啊，这个地方，那像这只啊，这只双眼皮，你就在这种重的分叉的地方给它卡一下。还有哪个？你看，把它的中间这里。起点这里再卡一下。好，然后眼线啊，上眼线，我用一个更深的颜色，去把这个分界线给它勾出来。那么嘴巴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想让它看起来更高清，我们就吸一下这个口裂线的颜色，然后选这个比它更重、更深的、饱和度更高的颜色，用一个细细的线啊，去在局部的勾勒一下这个口裂线，会给人一种精致感啊，给人一种精致感。鼻孔，好，你看我把这个线条关了再打开，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画高光了啊，画高光，新建一个图层，把它命名为高光。好，在这里高光的选择啊，高光的选择，大家不要一到要画高光了啊，就是灵魂时刻到了啊。但是大家不要一到画高光了就想着我要用一个白色去画啊，再也不要用白色去画高光了啊。自从我们学了这个上色的方法以后，你自从选择这个体系，你用这套颜色体系来画画，你就不能够再用一个纯白色来表达这种浅色和白色的，明白吧？啊，你的画面里面就没有绝对的黑和绝对的白了，一切颜色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点高光，你只要把这个高光设定为全局最浅的颜色就 OK 了啊，或者是它其实甚至它也不用是全局最浅的，它只要是比你那个部位周围其他的颜色都要浅啊，它就是可以是一个高光。所以这高光怎么选啊？首先从明度上来讲，你看我们不要用一个白色的东西去画高光，不要用一个白色去画啊。然后呢，我们也不是只是啊，也要可以跳出这个高光的这个固有思维啊，不要只是用这种黑白灰去画高光。高光它可以是五颜六色的啊，它可以是五颜六色的。比如说这个妹妹，你看她的妆容比较偏这种玫瑰色系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用粉色来画高光的啊，其实是可以用粉色画高光的啊。比如说这个鼻子，来演示一下。首先我们选一下这个鼻子，你看在画任何的颜色之前，我们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吸色啊，吸它原本的颜色。我们是通过这个动作来确认你这块啊，你需要选一个什么明度、什么亮度程度的一个颜色的啊，就是给你做一个基准的参考。好，首先这个地方它决定了啊，我这一块的亮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不是想画一个粉粉的高光吗？我把它的色相啊往右边放，紫一点，让它是一个粉粉的感觉。色相定了，接下来我就定明度了。
那么既然是一个高光，它是可以亮一点啊，可以亮一点，我就把它往左边，先让它灰一点，再往上抬一点。用这种灰灰的粉色可以稍微抬多一点啊，因为它是一个高光嘛。然后用一个灰灰的这种粉色，看到了吗？好，然后这个妹妹啊，她的这个光源跟我们设计的草稿不太一样啊。你看我的草稿，那我的草稿的这个最亮的这两个点是在正当中稍微偏左一点点的啊，稍微偏左一点点的。所以为了这个画面的和谐统一，你如果要按照它这个偏右一点，你就待会儿要把这个高光移过来啊。但是因为我是为了让它有一点往左，眼神有点往左看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决定用一个靠左的高光。这个时候就不要完全按照那个照片上来画了啊。照片是一个提示，哎，那我就把这个高光稍微偏左一点点，还是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先在它的这个球体啊，鼻尖这个球体的正当中稍微偏左上一点点，以这种打圈的方式给它这个高，轻轻的，以这个打圈的方式给它画个底，然后呢，再把笔刷调小一点啊，用这种点画的方式，然后给它画上这种小的高光，一丢丢就可以了啊。我们这种高光啊，不用像照片这样大面积的去画，因为容易比较油腻，小一点比较可爱。好，那么同样这个高光可以画在哪里啊？你看，因为我们不是把它的嘴巴、上嘴唇和人中连成一片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高光来区分啊，区分这个嘴唇的边界到底在哪里。那可以用这种点画的方法，你先轻轻的在这里画上一条，给它分割开来啊，然后呢，把笔刷缩小，用这种局部啊，点一个亮点的这种方法，把这个高光画出来。还有哪里可以画高光？嘴角啊，下嘴角的这两边。好，因为这个时候它这边的高光，我们其实想让它稍微的弱一点啊，就是我们不要让所有的高光一视同仁，还是要强调一下。所以其实这个嘴巴上的高光，我觉得稍微亮了一点，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哑光效果，它是一个哑光啊，所以我可以用橡皮擦工具。这个时候可以用橡皮擦，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层别的颜色都没有，只有这个高光，对吧？可以用橡皮擦工具啊，用这个柔光笔刷也可以，轻轻的啊，轻轻的在我这个高光上面带一带，把它擦掉一点，看到了吗？没那么亮了啊。好，那我吸取这个教训喽。我画这个下嘴角的高光的时候，我要么下手轻一点，要么把这个颜色稍微往下，往右下方走啊，压暗一点点啊，小小的在这个嘴角下方点一点，点一点这种小高光。我个人是认为嘴巴其实不太用高光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哑光，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来画出它这个唇纹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嘴巴上的高光怎么画呢？我们就不要用这种浅色去画，会很油腻。你看，这样画上去也挺好看的啊，看起来像是那种嘟嘟唇。所以如果你们想画那种唇釉水光唇、嘟嘟唇的那种感觉，果冻唇的质感，你们可以用这种响亮一点的颜色啊。但是如果想画这种哑光质感的，那我这个高光的颜色，你看可以选择再弱一点。那我直接就吸这个嘴巴的颜色，你看，直接吸嘴唇的颜色，得到一个啊我的参考的明度。然后呢，我让它浅一点，往上走一点啊。这个时候我还想让它的高光画出层次感，让这个嘴巴的颜色不一样，我就让它再紫一点。我把色相，我把色相改一改，让它变成一个这种玫紫色，那这种颜色，你看紫紫的，我们用这种颜色去画高光，是不是就会比较有趣？好，这个时候把笔刷稍微调粗一点了，我们纵向的，根据唇纹啊，深深浅浅的
长长短短的啊，用这种有节奏啊，什么叫有节奏？用这种节奏大师的心态去画高光。所谓的节奏大师，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画这种东西啊，一大排，对吧？重复性的东西的时候，尽量去避免它的长短、间距、形状、大小啊，尽量去避免这个东西画的一模一样，就是给它做出一些差异来。啊，有的长，有的短，对吧？有的可以稍微面积大一点。好，这边也是啊，你看有的可以是这种大块面的，哎，有的可以是这种竖起来的。好，这个高光我们画在上唇上面看看行不行？画在上唇不行啊，融为一体了。但是我想上唇给它呼应一点这种粉粉的，那怎么办？直接把这个颜色提亮一丢丢，往上走，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哎，对吧？又有点浅又粉的这个高光，我们把它叠在这个上唇高光的周围，啊，再浅一点，再灰一点，叠在这个周围，是不是就挺有效果了？啊，在这个嘴角这边也可以再叠一点。你们有没有觉得画高光是一个很开心、很治愈的过程啊？有没有觉得？好，在画画的过程中，你发现任何想要修改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你一层一层去改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想要修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啊，可以用到这个涂抹工具，不是液化工具。你把这些个图层啊，相关的图层全都选中，一起给它稍微调一下。你像我这个嘴巴，我觉得这边的嘴唇厚了一丢丢嘛，这边薄了一点点啊，这种地方我微调一下，把它推进去一点，把它拉下来一点。在画的过程中，时刻发现问题都可以再调啊。那比如说，我想让它的这个上嘴唇再稍微下来一点的啊，这个中心这边，我就把它往下拉一点。啊，比如说，而且，大家要知道，画上色和那个线稿又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对吧？所以哪怕如果说你的线稿比较准，你在上色的过程中，它也会产生一些位置上、位移上的，对吧？大小啊，或者这个位置上的小的差异啊，会产生差异的。所以一定要时刻的去观察自己有没有歪，有没有走形啊，重新去检视，该修改的地方、该调整的地方，就要及时的去调整修正。好，继续画高光啊，鼻子上的小高光我们也点好了，接下来往眼睛走了啊，眼睛，眼珠子里面的高光的颜色可以和皮肤上的不一样啊，因为瞳孔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嘛。那这个眼珠我想要给它一个稍微绿一点的高光，我可以吸眼睛里面比较浅的颜色，然后呢给它一个，首先给它一个偏绿啊，黄绿黄绿的这么一个倾向的颜色，然后把它往上拉。把亮度直接往上拉啊，因为它是需要一个很亮的眼神光，所以眼神光可以是全局最亮的、最浅的颜色啊，然后嘴唇可以是全画面里面最饱和的颜色啊，眼神光可以是最亮的颜色。好，把那个那个线稿层给它稍微拉出来啊，确认一下我这个高光的位置在哪儿。好，在这儿我就给它点一个这样的高光。好，注意两边的高光啊，不是画对称，而是画一致啊。画一样的，对于这两个眼珠子来说，它光源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啊，所以你不要因为眼珠它在脸上长的，你不要因为长得对称，所以你连高光也画的对称啊。两个圆圆的，
因为如果你们画照片的同学会在这个照片里面看到很多很丰富的眼神光，有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博主他拍个照，他眼睛里面打了好几个光啊，甚至可能还会有底下的反光板啊，还会有旁边的什么窗户光啊等等的，它里面的光源可能会比较杂啊。我们画画的话，从画面的简洁啊程度来讲，画龙点睛嘛，一般来说一个高光点就够了啊，看你自己喜欢啊，你喜欢那种很花的啊，很不灵不灵的眼睛，你也可以多画一点。好，还记得我在它的下面也画了高光，对吧？那其他的部分的高光我就可以回到肤色了啊，就回到这种粉不拉几的颜色。好，在它的这个眼睛下面，用这种水水嫩嫩的地方呢，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比较水水嫩嫩的地方的高光，我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吧，小一点。好，然后它的眼腹里面啊，这种你看这种高光，它一边3个一边2个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就不需要太去对称画的一模一样啊，那样会显得很呆板，那样会显得过于呆板。所以我们在这里，比如说交界处可以画一个，然后这个里面呢，它比较水润，可以画一个，而且你画的形状可以是那种 Z 字形啊或者什么的啊这种。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画高光啊？比如说这种，眼珠啊、眼球和眼眶的交界处，因为眼球是一个含水量很高的嘛，所以它们交界处就是水水嫩嫩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有那种条状的，可能会产生那种条状的小高光啊，就像水挤在这里一样，堆在这边一样。那像这种高光一定要画在眼线的内部啊，画在眼线的内部。那像这种地方，你去画一些眼角啊，你看眼尾、眼角这里，画一些有的没的小高光都可以啊。这种地方高光，你如果画的足够的小，它的精致感就会比较的明显，有精致的感觉。还有就是呢，眼白上面其实也是可以有一些那种高光的感觉的啊，但这个慎画啊，有的同学画不好的话可能会不好看。但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眼白这里我会，因为它是底色是蓝色嘛，baby blue 啊，所以我就会用一个稍微蓝一点的浅色。然后这个地方，你为了让它不抢啊，不去抢这种眼神光和这种水光的感觉，你只是让它有一个稍微有点这种光泽感，就把它深一点啊，吸这个眼白的颜色，比它稍微浅一个号就行啊，在这种地方啊，用大一点的笔刷，可以画几笔啊，不规则的形状，以表达它的这种水光感。我把这个线稿关掉了啊，然后这里的光呢？那眼白上的光，甚至我们还可以用涂抹工具啊，给它做的稍微模糊水润一点，还不一定需要那么的平滑啊，不一定需要那么的锋利。
你像它这个啊，它这个高光是一个大圈圈带一个小圈圈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画。你比如说吸这个眼神光，一个大圈圈，我们可以让它旁边带一个小圈圈，但是让它整体看起来还是一个点啊，有点这种细节，也是 OK 的。好，现在我们来修饰这个高光啊。你如果想让高光看起来更精致啊，让高光也看起来更精致，我们就可以用它下面这层。你看刚才我所谓的开个 4K 高清的方法，然后呢，在这层我还是回到这层啊，4K 高清这一层，我把高光再修饰一番。这个修饰的方法在那个已经讲过了，画线稿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一个颜色来代替了。然后我就选一个比较重的颜色，把这个高光的旁边，对吧，给它包一个。你看它这个照片，你有没有发现高光的旁边这一圈都会比较颜色反而会比较深一点，对吧？啊，把它高光旁边呢包一圈这种暗色，包一圈这种小深色。啊，这个地方你其实反而能看得出，对吧？亮的地方周围有一圈黑。好，眼珠里面这个高光啊，你可以在底下用这个瞳孔的颜色把它加深一丢丢，去画它。当然它这个可能修不圆啊，如果只是在下层画的话修不圆，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在高光涂层，直接在高光层把它这个边缘啊，用深色的笔刷给它修一修，修圆了。可以再暗一点啊，让它更明显。那把它旁边这两个高光挤在一起的地方给它压暗。这个时候不仅仅只是用描边的方式去画啊，你只是描一个边会显得傻傻的，会显得太刻意了。你可以把两个边中间给它连起来。好，画到这个程度，这个脸的完成度已经是相当的高了啊，已经相当的高了。好，最后我们就来画出它的睫毛和眉毛。像这个睫毛，我本来是留了一层睫毛涂层的啊，留了一个睫毛涂层的。我在想说，如果后面好用的话，可以直接用，直接用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看，因为它已经移位了啊，它的位置跟我最开始画的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我要直接用，我可以用液化工具，或者是用这种选择移动工具把它挪到适合的地方。因为我上了颜色以后，会把这个眼睛稍微画小一点，因为它的颜色往外辐射啊，就会显得更大。如果我按照以前草稿的那个去画的话，会显得更大。所以你们会发现最后我上色了啊，会让它显得实际上画的会稍微小一点。当然只是针对这张图啊，针对这张图的情况，并不是每一张图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图可能我一开始眼睛就画的并不大，要充电，眼睛一开始草稿就画的并不大，那么我上色就按照那个走就行了。所以我要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代表啊，草稿也不一定就是最终决定了我们的色稿会怎么样，我们在这个画画的过程中还是可以有个调整的，一边画一边思考一边调整的。好，所以如果觉得这样就 OK 了，如果你们一开始的线稿的睫毛的精致度和完成度已经可以匹配这个成稿了，就这么画啊，就这么留着也行。如果不 OK 啊，如果不 OK 我们就重新画。你看眉毛我不是也留了一个图层吗？这个图层啊，我直接打开它很大，它又很重，
所以呢，我可以选择这个眉毛，把这个眉毛图层打开，然后稍微降低一点它的不透明度，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方法啊，这是一个方法。我把这个眉毛的睫毛图层合并了。好，如果要重新画怎么画呢？也教给你们啊，新建一个图层，我们就新建一个图层，把它建在高光图层的上方啊，就是让这个高光啊可以被这个睫毛挡住的。然后画睫毛我比较喜欢用什么笔刷呢？刚刚那个你们如果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和谐，就是因为它用的是黑色画的啊，改一下颜色会更和谐。画睫毛我会用到铅笔套装里面的铅笔 1.0，大家找一下这个笔刷，给你们5秒钟找一下这个笔刷啊，铅笔套装里面的铅笔 1.0。换笔刷了啊，铅笔 1.0，用它来画睫毛和眉毛。好，颜色我们就选一个最重的颜色，特别是上睫毛啊，因为你想想上睫毛它是要画在眼睛这个上面的，如果它的颜色比底下还要浅，它是盖不住的啊。所以睫毛我可以选一个最深的颜色，你比如说这个高光下面的这个小黑色，但是我要给它一个饱和度，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同学会觉得，哎，刚才那个睫毛好像融合度没有那么好。其实关键出在它的颜色上面了啊，它是一个纯灰色，所以你会觉得跟这个图啊没有那么的融合，所以在这里我就要用到一个稍微偏棕一点的，还是红棕一点的颜色啊，把它的色相给改一改，改成这种偏红，然后把饱和度拉高一点啊，把饱和度拉上去，啊，用这个颜色去画就会好很多，啊。然后这个睫毛如果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那个睫毛图层打开，如果留了之前睫毛图层的话，那把它打开啊，在它的基础上，根据它参考它去画，然后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低嘛。好，以它为指导，我们来画这个睫毛。啊，笔刷还是稍微调细一点啊。然后我画了一笔以后，我觉得这个饱和度不够，再加一点啊，往右上方走，再加一点饱和度。你看变成这种红红棕棕的颜色，你就觉得合理了。好，注意这个睫毛，因为它的眼线画的比较重啊，它的上睫毛我们直接从眼线啊，从这个眼线里面长出来就行了啊。好，画睫毛的时候我把它放的再大一点，但是你们不要放这么大啊，容易画了半天画了个寂寞。你们把图放大了画，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长度画不够啊。你以为你画了半天，你觉得我的睫毛画的真好看，每一根都挺好看的，最后缩小一看啊，好短，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如果要放大画睫毛，一定要记得把睫毛画的长一点，你要确保它的长度是够的。好，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睫毛的长度给它确定了。那你看美女的睫毛都是要跟她的野生眉要打架的啊，要碰到一起去的。记得我说的啊，往2个方向走的睫毛，你不要让它从同一根这样子长出来，看到没有？不要让它不要让它的根部碰根部，而且不要让它这2个弯的太厉害了。像这2个方向，它不可能突然这样弯的啊。往这边的睫毛，它一定稍微直一点，然后离得远一点，根部离得远一点，你画的才会自然。然后前面的几根我们其实不用管它的那个，不用管它的长度啊，长度尽量也是一定要做出层次感，不要让它所有的睫毛都一样长，也不要让所有的间距都一样宽。还是先把主要的给它画出来，主要的几根主干给它画出来，再去补中间的，一边补中间的，一边加粗它的根部。加粗根部你可以用这种多根
你可以用这种多根拧在一起的这种思路去加，而不是只是把它的一根啊下面就是加的很粗，那样会显得很假。你这样去加，他会觉得哎，好像挺多根睫毛啊粘到一起了，这种感觉。先把它的睫毛根部啊画的粗壮一点，每一簇睫毛你都不要把它当成一根，你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家族啊。它都是有朋友的，有支撑的，有兄弟姐妹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主干画好了之后，那我把这个关掉，参考图层关掉。现在我们再去丰富一下这个睫毛啊，怎么去丰富这个睫毛的形态呢？让它看起来更逼真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灵动的、逼真的那种睫毛啊，不是很喜欢那种很卡通的啊，就是画起来很呆板的，就是一排这样齐刷刷的，不是很喜欢那种很卡通的。我喜欢灵动的、凌乱一点的、有野生感一点的。因为大家追求野生毛，野生毛，我认为不是只追求在发际线和眉毛这件事情上，我个人认为睫毛其实也很有必要追求野生感啊。好，那我会用一个更细的再细一点的笔刷，这种细的很细很细的我会在中间添加一些这种不听话的野生毛，去打乱它的节奏去破坏掉它这个等等等很间距粗细长短很呆板的这么一个节奏甚至还可以画一些下垂一点的画到这个落到这个眼白上来，看到了吗？眼头就可以用这种细细的细一点的去画它。那这边也是一样喽。大家在画这些中间的这个小细毛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到你看似很凌乱，其实都是你精心设计过的。那就是有一句话是怎么样的，就是表面上的好像毫不费力，其实背后都是用尽了力气就大概是这种，都是设计过的设计过的看似凌乱。所以画头发也是一样今天一会儿还要画头发，今天画不完，我们留到下一次课再把它画完所以看似很随意的东西，看似很野生的东西，它并不是你信手拈来的，并不是你唰唰唰唰唰唰就画出来了它一定是擦掉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画出来的。你不要以为去很快就画完了不是这样的。好，那么同样的思路我把下睫毛给画了，这次我就画一边下睫毛，但是下睫毛可以比上睫毛怎么样，稍微浅一点颜色稍微淡一点，棕一点。好，刚开始用一个稍微粗一点的笔刷去确认它的主干去确认它的主干。在这个时候画主干的时候，你一定要时刻的去把那个画面缩小，看一下你的睫毛长度画够了没给大家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画这种漫画感的睫毛，下睫毛你得至少有一些是超过卧蚕的宽度的，才算是够长那个长度。如果画了半天还没画到卧蚕，才到卧蚕一半就不够画完以后你缩小一看，远处一看没了。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狐狸毛嘛，对吧？狐狸睫毛就是下睫毛的尾端，它是比较横向生长的，而且长，有那种弧感啊，弧系的下睫毛。这个妹妹好像也有点想要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她可能这张照片我不知道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老照片，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流行这个说法。好，同样的画好了以后啊，我们就去做一下它的根部。你看，把睫毛的根部加粗，这个加粗呢是同时可以加密的啊。给他找一些好朋友，长长短短的啊，不一定都得要特别的一样长。好，最后就是用更细的笔刷啊，细一点，更细的笔刷去补中间的那种小绒毛。你这个时候啊，你看可以加入一些调皮的气氛组啊，可以搞点气氛组。气氛组它的睫毛生长方向可以不按照不跟大部队来，但是因为它细，它又软啊，它轻轻的，你不会觉得它碍事儿，你反而会觉得它可爱，你反而会觉得哎，野生睫毛。注意睫毛，我个人不追求浓密啊，不追求多，不追求多啊。你画多了，其实你很难再去控制它那个节奏感，起起伏伏的那个节奏感。其实你稀疏反而会有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因为稀疏了以后，你像这种偶尔一根出来，你会觉得啊特别的美。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我说的这个点啊？当然了，以上都是我的个人审美啊。如果你就喜欢浓密的，你就画浓密的啊。我只是把画的方法，那我觉得我上课啊，我主要是把我的方法和我的理论教给你，然后顺便把我的审美告诉你，给你参考。那像这种睫毛和睫毛交汇的地方，你也可以卡一点闭塞啊，让它打架，让它有被睫毛膏刷过的感觉。我个人其实一点都不讨厌苍蝇腿，我觉得苍蝇腿是睫毛上的细节啊。就可能画美妆的人他们不喜欢苍蝇腿啊，觉得苍蝇腿影响你的妈生感啊，一看就刷了睫毛膏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画画的，哎，我觉得我画出来一个一看就刷了睫毛膏的感觉还挺好的，因为它有一种对吧，更那个啥的，更多了一层质感啊，比妈生的东西更多了一层质感。对，苍蝇腿就是沾多了睫毛膏，对呀，所以就是化妆的人他不喜欢苍蝇腿。但是我喜欢那种啊，我其实很愿意在画面上面出现一些，哎，有点睫毛膏结块，你能看得出它是刷过睫毛膏的那种感觉，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好，同样的方法啊，我们把它画到眉毛上面来。眉毛是这样，因为你看我们在那个画面里面其实是保留了很多眉毛原始的那个，保留了很多眉毛原始的东西啊，原始的那个线稿的感觉的，我没有把这一片画的很糊，
所以其实眉毛相当于我们已经有一个底子在了。再画的话，我们就稍微克制一点，就不要再去画的很满了。之前给大家讲作业的时候也是啊，很多同学画眉毛排线排的太密了啊，就画眉毛画到了另外一个体系里面了，就是你画眉毛的那个手法呀，跟你的那个疏密啊，那个节奏感跟你整个画面就不统一了。所以眉毛我们用颜色也跟睫毛不一样啊，眉毛的颜色可以再冷一点，我们就用眉毛吸这个眉毛里面本身的颜色，然后略微加深，灰一点啊，可以让它稍微灰一点。然后眉毛的笔刷呢，可以不用像睫毛那么细啊，可以不用像睫毛那么细。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去刻画一些毛流感，你看把前面的这种小绒毛啊，然后在中段，你看在它的眉毛比较集中的那些地方啊，或者已经被我们抹掉了看不清楚的地方啊，把这种眉毛的毛流感给它找回来。不一定每一根都要再去画它了啊。如果你下面是我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底下的那个眉毛已经被你抹掉很多了，那你就把这种毛流感稍微再多画几根，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再画出来一点。好，在它和眉毛和皮肤交汇的地方啊，我去画出这种一根根的感觉出来。所以画眉毛我们要用到的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啊，你去排太多的线反而看起来就很呆板。因为我们底下已经有一个底子了，接下来只需要去强调它的毛流感就好。啊，像这个地方，你看他美妆博主他画的也是这个思路，只不过呢，他因为毕竟这个是画的，他每一笔做不到我们的画笔这么细啊。我们的笔刷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像是妈生的，更细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明白人家的思路和逻辑，他想表达的就是我的眉毛是妈生的这种根根分明的感觉，而不是因为他的眉笔粗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给他画很粗的一根。啊，他只是工作啊，他只是工具可能没到位啊，他可能也想画出的就是这种感觉。啊，把这种一簇一簇的毛流感，特别是它粘在一起啊，这种眉毛啊，长得一簇一簇粘在一起的那种交界的地方画出来，然后跟皮肤生长点这些地方，跟皮肤的这种地方去表达一下，就很有质感了啊。再去强化一下。如果你们的眼皮上面已经没有什么这种野生的小杂毛了啊，可以给它画多一点出来。好，到此为止，我们的脸基本上就，高光好像还差了一点鼻梁上的，对吧？那你看，我们把这几个，把这个眉毛关掉，高光关掉，和刚刚那个开了 4K 高清的那个细节的那些小线条关掉，也是好看的啊。但是你把这3层一打开，是不是感觉精致度上了一个台阶？我可以把这个高光层，来到这个高光层，把这个鼻梁上的这个小高光再补一补啊，吸一下鼻尖的这个颜色。鼻梁上可以来点小高光。这里可以画一条啊，细细的，淡淡的。然后还可以画在哪里啊？这个小高光还可以画在这个眼头，这种地方啊，眼头可以画一点。那这个时候
啊，我正好就是用的这个铅笔1.0啊，这种高光它带一点，这个笔刷它带一点肌理感，它正好可以模仿那个皮肤的那种质感啊，皮肤的毛孔那种颗粒感，所以我就用这个铅笔1.0来画这个皮肤上的高光了啊。那像这种还有哪些地方啊可以有细细的，那把它横向的用细的笔刷横向的轻轻的扫在像这种内眼睑啊这种地方，根据它的生长方向去扫啊这种地方可以有那种线条感、排线感，横向的扫一扫这地方也可以扫一扫，还可以扫在哪里啊？扫在它的这个卧蚕。卧蚕下方横向的像排线一样这种地方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给它做的很那个了，不要去给它做的很模糊、很光滑了，那样看起来就是没有绘画痕迹啊。像这样子的高光，你这样一加，画面多了一些绘画的痕迹，有一点手工的痕迹，其实看起来会比较动人一点会灵动一点，我个人觉得啊。好，还有哪里？眼皮，那双眼皮褶子里面，我们也可以像这种横向的也可以断笔啊，这个地方可以断笔，因为这里我们模仿的是皮肤的纹理，横向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碎碎的这种小高光。好，它还可以延伸到眼皮上你可以横向的随着眼睛的皮肤的生长的方向去画一点像这个双 C 线也可以来一点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一点高光呢？就是这张照片它不是很清楚，我看能不能给你们找一个清楚一点的。就是大家会观察到眼睛的睫毛的下方它是一个比较水润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睫毛的下方也会堆积一些高光。你比如说这种睫毛的根部你看它这里是吧，在眼睛眼球和这个眼皮交接处就有这种条状的高光条状的像这些地方可以加进来一点高光像这个你看睫毛的根部，睫毛根部用细一点的笔刷可以在睫毛根部去加入一点小高光下睫毛下睫毛的根部，包括它这个地方，眼角也会有一点。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加吧。高光有的时候也要克制看你喜好。你如果想让它整个人细细闪闪的那种就是那种小细闪的感觉多一点，你也可以多画一点。你如果想让它哑光的感觉多一点你就可以少画一点。你看像它这个，你要仔细去研究的话，还有很多的小高光。你看这眼皮里面，对吧？它是这种横向的，然后你可以横向的基础上，你可以偶尔这种点状的给它加深一块，对吧？这里加重一块加宽一块，这边也可以。所以大家平时就是说我们看
大家平时去怎么找素材？很多人会问我去怎么去找素材的。我不一定要去看一张图，整个这张图能不能够让我来画它，对吧？我觉得很多同学啊，可能要找素材，一定是第一眼看这张图，我想不想画出来，想不想画出这张照片出来。我不会啊，我经常会去看看它这个照片里面哪一些局部，哪一些细节是能够打动我的。哎，这个点我能不能用？比如说我这张照片，我也参考了什么？参考它这个地方的小高光。但是我是怎么参考的？我也没有完全按照它的形状，对吧？这3点啊，这个怎么去画？我只是发现了它的这个高光存在的形式啊，发现了它这种高光啊，原来还可以以这种形式存在，那我就把它应用到我的画面里面。大家 get 到了吗？啊，你看包括这种上睫毛根部啊，然后这个地方它都有很多星星点点的这种啊，你们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画，但不一定都得啊。我的建议是也不一定非得那啥，非得画的这么的多，有的时候还是要克制一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下垂的上睫毛，我挺喜欢这种下垂睫毛的。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画头发了啊。脸到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好，然后说到说到这个勾线，正好我有一个勾线的图层，我就再把这个勾线的动作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下啊。勾线我们是用那个细节刻画，像耳朵，如果你已经画到这个程度了啊，那么我们再去勾线啊，就不用再去画耳朵里面了。那把这个外面给它勾线，把它画的清晰一点。耳朵里面就不用再去搞太多了啊，稍微轻轻的带一下有的结构不清楚的地方，你需要或者是需要卡闭塞的地方啊，像这种地方，耳屏啊、对耳屏这种地方稍微给它带一下就足够了啊。好，这边的耳朵就是大家课后去弄它啊。然后身体的部分也是课后大家把这个勾线给它好好勾一下。你们勾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让爸爸妈妈代替啊，这个作业不能让爸爸妈妈代写，知道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得看起来像是同一个人画的啊，你不要画脸的勾线是这个粗细这个颜色，到了身体又是另外一个粗细另外一个颜色了啊，不要让我一眼看出来交作业的时候看出来你爸爸替你写作业了啊。好，然后像这种出界的地方啊，该擦的给它擦掉。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先不用勾，有一个地方不用勾，给你们先讲一下是哪个地方。脖子这里啊，这一块，脖子和头发这个衔接处，这里先不用去勾它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后面要去做一个过渡，你看要把它这一块给它模糊掉啊，不要让它有一个清晰的线条。好，再把这个头发丝图层给它打开看一下，妹妹是不是还比较仙气了啊？还挺好看的。好的，休息一下。
回来了啊。今天这个课有跟上吗？今天的课应该这节课不是很难啊，就是教大家的是一些这种小技巧，提升的小技巧。最多可能就是你们速度不一定跟得上啊，可能我画2只，你画1只这样子。但是今天的课，这个画上以后，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妹妹又颜值又提升了1个度，有没有？有半张脸能看也不错啊，有没有现在可以截图的？让我看看你们跟到什么程度了。怪对不起妹妹的，没事啊，下一个妹妹会更美。大家一定要那个，我觉得画画啊就是这样啊，画画你们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要对自己的作品要喜欢的啊，就是不要陷入到那种跟别人去比的那种内卷中。真的想卷啊，真的想卷，也就跟自己卷，你看看跟自己比进步了没啊？如果你现在比之前画的好了，一次比一次画的好了，你就是要开心的啊，因为前面还会有很大的空间等着，很长的路等着我们去走呢啊，比最开始好看一点了。那比你们上课之前呢，来大家回忆一下，报这个课之前有没有比上这个课之前进步？这个很好看啊，这个就很好看啊，啥也不会，现在会了很多了是吧？那可好太多了啊！对啊，你看这不就是最值得开心的地方啊？最值得开心的就是比上课之前进步了很多。你们哪能？哎，你们能不能那个一点？你们能不能够怎么现实一点、理智一点？你肯定要跟自己比啊！你咋的？难道跟老师比吗？是吧？你不可能说上了一堂课啊，老师虽然手把手教你，你画完了跟老师画的一模一样，那这不现实，对吧？不现实啊！哎，当然我也看到啊，确实也有一些天赋异禀的同学，就是画的还真的还挺好看的啊，我都第一眼看了还觉得，哎，是不是我画的？再一看，哦，学员画的。那如果有这种学员，我也是很开心的啊，我也是会很开心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的起步啊，大家的起跑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说我们都是那种7岁的小朋友都坐在1年级的教室里，大家都差不多啊，不是这样子的，已经不是这样子的概念了，所以不要横向去和其他的学员比较，跟自己比就好了啊。挺好的啊，我看你们截图截上来的都挺不错的，有模有样的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画画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一些小问题，对称上的啊、形上的问题啊，都积极的去解决它，不要怕啊，不要怕，积极的解决。它这个光正好落在这个眼珠上，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怪好看的嘞。发到群里。好，现在我们要来画头发了啊，在画头发之前，我们把图层再整理一下吧，因为现在图层挺多的了啊，哪些要哪些不要，我们去割舍一下啊。如果有的同学你可能还要再重新来一遍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做个备份啊。就像我这样，我现在可以再做个备份，选择，然后复制一个它。
备份一下啊，那样该删的删掉，什么也不担心了。好，那我现在选择把这个，你看这个脸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删掉？啊，我还有这个啊，我还有这个什么小钻石什么的，现在还脸这层还不能删掉它。那眉毛、睫毛这层可以删掉了啊。像这个高光层和这个下面的这个勾线层啊，勾线的这一层，高光层、勾线这一层也可以合并，像它们两个之间互相其实谁也没碰到谁。你看这两个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高光和这个勾线层我也可以合并它。你看现在又腾出来很多的图层了啊。我也可以把脸，我是不是可以把脸和那个手合并一下？我看一下。脸和手其实是可以合并的啊。那我把脸和手也合并了吧，因为毕竟这个脸这个图层我后面是不太需要它了。说扔就扔啊，这两个图层合并一下，合并一下又省了很多图层出来啊。好，现在我们就来搞一下头发了，搞一下头发了啊。哎，怎么点开了我的朋友圈？我最近画的比较满意的头发是这张。我再给你们找几个我其他的头发方案。就对我来讲，头发它是一个有多种解决方案的画法哈，它不是只有一种画法。不同的头发有不同的画法。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这个头发它画起来就稍微简单一些，没有那么的复杂，没有做太多的细节啊。像这个头发就做的细节比较多一点，层次做的比较多一点，也主要是因为它的发型啊，因为这个我给它画了一个这种背头啊，有这种比较霸总一点的啊，这种头发需要强调它的纹理感。那你看这种偏古风一点的头发，其实只要把它的结构画的清楚，形状画好看就行啊。它的里面的这种结构感，它不像那种现代的头发啊，那么层次那么的丰富，它反而就是你把它的发型给它弄出来就好了。啊，像这种扎起来的古风的这种，你就画出它柔顺的感觉就好了。啊，像这个就复杂一点啊，因为这个又是一个商稿，它又是一个浅色的，这种就会比较复杂。然后这个相对也没有那么复杂，你看这个解决方案，它其实非常取巧啊，我就只把它的脸附近，把它脸附近这种层次给它做了一下，剩下的然后就是一个主打一个意识流色彩，大片的留白。然后像这个头发，包括我最近画的那个刘诗诗的那个，它是用了一个跟铅笔稿叠画的方法啊，这里是保留了线稿的一种方法。如果你在前期保留线稿，比如说像这个小兰花这张也是，前期如果保留了线稿，后期上色就会简单很多。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头发，因为它的层次感比较强，头发是有很多解决方案的，你看像这个就比较偏水墨，这个比较偏水墨感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强的层次感，它甚至比较朦胧，它是靠这种肌理感啊，以及就是一些贴着脸附近的这种，我会比较喜欢，但是我不会放弃这种小胎毛、小碎发的这种刻画，就把这一圈给它刻画清楚了啊，剩下的地方只要颜色啊、形状这种到位就可以了。所以要想得到一个好看的头发啊，首先要有一个好看的形状，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那么什么叫做好看的形状呢？比如说你看像小鞠这个也是啊，
什么叫做好看的形状？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啊，把它挪走。好，我们这个头发，我们来到头发涂层啊，头发有2个涂层，一个是后面的，一个是前面的刘海层，一个是后面的马尾的这一层。我们先来到后面这一层，打开这个头发涂层看一下，我们这个上色的部分和这个线稿的部分是不是留了一个差异的，对吧？留了一个空间的。那这个空间就是给我们把这个头发边缘的这种蓬松感啊、空气感给它做出来的一个空间啊。好，我把这个头发线稿涂层给它减淡一点，然后呢，我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用细节刻画笔刷吸这个头发原本的颜色。可以把笔刷调大一点，然后呢，把这个头发的边缘给它补上。然后到了这种以前画的这种小洞洞啊，这种小弯弯、小绕绕、小洞洞的地方，我就可以调细一点啊，让这个让这个头发成一个头发丝这种弯出去、飞出去的这么一个状态。画到边缘的时候，下手轻一点啊，让它边缘形成一个这种虚边，看到没有？虚边的感觉啊，就不要很。如果你用很大的力气把它这样子去填满，那跟第一步你就直接做到这一步没差别了。所以为什么我要留一点距离，就是为了让它最后啊有一种虚边蓬松的感觉，空气感。但是你跟这个中间啊，跟我们第一层填色的那个颜色之间不要有断层，这种地方你还是要给它好好的把它那个过渡给它做好了啊，把过渡给它做好。像这种注意到了它的轮廓边缘的地方，到了边缘轮廓的地方，我们就是你让它该有一点空气感，可以把笔刷调细一点，做出这种发丝啊，空气感给它做出来。什么笔刷？细节刻画。现在应该能看出来是什么笔刷了吧？细节刻画笔刷啊。好，这边也是一样的。那把这个过渡给它做好，然后到了边缘的时候，你就让它下手稍微轻一点，让它有一个空气感。好，然后到了有这个我们之前挖了洞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发丝给它画出去，不一定非得一笔到位啊，不一定非得一笔到位，你多画几笔，把那个形状画漂亮。所以画画有时候啊，有时候它就是这么的刻意，它那种你看起来好像很飘逸、很灵动、很随机的那种笔触，它并不见得真的就是一气呵成画出来的，并不见得是一笔成型、一气呵成啊，它有可能是作者刻意而为之，就是你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画画直播的那种也有大佬啊，他也有那个习惯，就是画一笔撤三笔，画3笔撤2笔。他会为什么有的人会有反反复复会去做那种撤销的动作？就是首先就是可能以前那个板子啊，也跟这个 iPad 比起来没有那么的好使，有的时候板子没有那么听话。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一笔出去，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所以他要再来。
好，我们把这个边缘给它收拾了啊。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对吧？这个意思就是有2撮头发都从这里飘过。你根据你们自己画的啊，头发我向来不追求，不主张学生画的和老师一模一样，你要带上自己的理解去画它，你要有变通，你自己去设计那些啊，自己去设计那些小形状、小结构。像这种地方，你可以让它这里不是挺复杂的，这可以让它飞得多一点。然后一个弯弯，你看我们一个这种一个弧线飞出去，你就可以给它设计有粗有细。比如说你要给它设计一些最细的地方，最细的地方看起来就像什么？看起来就像一根丝带啊，它翻转的那个地方结构。好，这种边缘你画好了以后，还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啊，用涂抹工具去把它旁边去整理一下。整理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在整理这个边缘，整理的目的是让它的颜色更均匀一点，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凌乱的笔触，稍微均匀一点。因为毕竟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都不想要线稿看起来太多的交叉凌乱，对吧？那同样的，我们上色的时候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上色啊，看到了吗？不想看到上色上出来形成这种各个方向的凌乱的笔触堆在一起的这种。那如果产生了这种怎么办啊？产生的这种怎么办？你就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中间那些重叠的部分，你看，把中间那些重叠的部分把它抹均匀了，最后做成这个样子，起码要做成这个样子，get到了吗？所以画头发你如果不想让你的头发看起来像一堆杂乱的稻草，那起码要把颜色给它弄均匀了先，至少要这个样子而不是像画完以后如果是这样子，咔咔咔一顿乱抹就不行啊。好，那么下面也是一样下面像这种大面积的像这种地方，就是离开头顶以后，头发离开头顶以后，你像这种都是头顶的头发不管你是中分也好，然后偏分也好，披着头发也好，梳起来也好，古装的也好，现代的也好，头顶的部分它是比较实的，头顶的部分比较实因为底下有一个头骨在那顶着呢。你要做这种镂空空气感，你只能在头骨的外围，对吧？这种边缘去做。好，但是离开了头顶之后，这个头发它就是可以以各种任意的形态，你飘起来对吧？飞起来你这种卷发也好，它中间你可以挖洞就是你做的空气感就可以强一点，你就不要再做的那么的实心了，一大片很实实在在的就会显得比较闷，就会显得比较沉闷一大片太多了。当然你如果这个时候挖洞也要注意你给它掏洞你给它做空气感也是不要太多太凌乱或者是洞太大，那看起来妹妹的发量可能又不够了，所以在这个中间权衡一下。马尾的部分马尾的部分我们可以再画了这种
我们可以在画了这种外轮廓以后，在它里面再去留一些小空隙。大家画这种外轮廓啊，画这种边缘，我们为什么连线稿都要避免交叉线条，对吧？就是想让它干净啊。所以这些地方你得给它弄干净了。好的形状啊，就成功了一半。这头发至少我形状好看啊，有一个好看的轮廓线。好，这个时候你看像这种小动作什么，你不用完全按照线稿走，你这里完全可以再来一根给它打断它，是不是？让它一个洞变成两个洞，两个洞变成三个洞，给它中间穿插过去。好，到了这个地方，那头发和脖子交界的这个边缘，首先它因为遮挡的，因为这种接触和遮挡的原因，它本来就会产生那种阴影啊和那种闭塞区域。还有就是头发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很虚的模棱两可的边缘，所以它这种边缘啊，它这种软边和这种硬边碰在一起，它的边缘会很模糊啊。所以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层又在身体层的上方，所以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笔刷再放轻一点啊，再放轻一点，用一些这种细细的头发丝去跟它过渡，不要画那种黑白分明的边缘出来啊，这种边缘你给它处理的软一点，弹性大一点，但是也不要把脖子的宽度给它影响了。你画着画着这一片全画黑了，然后画到这里来，人家还以为这个妹妹脖子太细了甚至会产生她的体型是不是歪了等等，会有这种疑问。所以你看，像这种边缘该留出皮肤的部分，这种空气感还是要预留出来的。甚至你也可以画一些这样子的画一点这样子的幅度比较大的这种小曲线，就是让头发形成一种比较浪漫的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这个主观的处理手法让它以这种线条多存在一点，它会变得比较有趣一些。但这个东西我还是说了你觉得不好看，你就反复推敲一下，然后这个画粗了，我就把它擦掉一点。其实任何这种小线条什么的，你们会发现那我把这个擦掉，你们会发现，哎，如果你在这些地方下功夫，你的画面会变得精致。如果你这些地方没有耐心那一定就是会精彩程度就会打点折扣。那像这种地方，它也可以飘出去也可以弯出来。像这个边缘，我们就这么去处理它。但是这种粗细飞出去的这种头发丝，它的粗细和它的软硬，我们也要控制它就不要都是同一个粗细。你这一根飞出去的头发跟下一根飞出去的头发，它的弧度粗细可能是不一样的或者你看我不让它往这边弯，我还是让它往大部队走，这样好看一些。又回到了大部队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衔接的地方，它就会出现一个实一个虚，对吧？我会把这个中间给它
融成一个整体。其实这个思路跟我们画线稿是一样的啊。你看最后这些颜色，就在颜色和颜色之间，你不要出现明显的断层，你把它当成一整个图案去画它。你看，把这个当成一整个图案。当我把这个地方都给它填实了，甚至把这个尖尖角给它处理的圆钝一点，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整体了，你就不会觉得太凌乱。我们现在在做的啊，就是给这个头发一个好看的轮廓。然后这地方你可以让它宽一点，对吧？那这撮头发是不是就已经很好看了啊？就按照这个思路啊，当然大家不一定像我这样画的，就是放的这么大，把这一撮小的头发一开始就画的这么细。我们慢慢来啊，从大的，你看大的这些地方，用大笔刷先把它处理干净了以后，啊，像这个地方就没有处理干净，对吧？我就把它处理干净。那先在大的方向上面去把握。那你比如说这一块不是很好看，我怎么样才能把它画的好看呢？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弧线给它首先给它画顺了，对吧？然后我把它这个头发的这个关系给它理一理，那这条线怎么走？是不是得这样弯过来？好，那这个地方它这样拱起来不好看，我是不是让它稍微变粗一点？把这一把给它弄大一点。好，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再来一个这样的弧线，让它这两撮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呆板。好，它们最后是不是回到一起？啊，用这种思路啊，把这些地方都给它捋顺了。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太细了啊，那我把它这里再做一些分叉，把这一块加粗一点。你们如果觉得这个笔刷太细啊，也可以用铺色小牛，可以用铺色小牛画大的，可以先用这个铺色小牛给它把边缘，它也是一个柔和的边缘，先把它的轮廓给它画好，画细节的时候再切到那个细节刻画笔刷啊。然后像这个地方它是虚的，对吧？这个是一块实心，一块这个半虚的这种颜色，我就要把它处理干净。我甚至是在想，要不要把这一块再加粗一点，让它看起来。然后这尖尖的地方，我把它，那这一条是不是也有点呆板？然后这一条之前画了，我再把它给它细化一点。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弧线，弯出去再勾回来，这样是不是比较好看？我这一片是不是可以再饱满一点？我在想这个肩膀啊，这个肩膀头这里是非露出来不可吗？还是不？啊，那我就是让头发好看一点也行。切换到细一点的笔刷，把这种地方给它啊，一般我们就是会采取什么方式啊？把弧形啊，你想让来总结一下，如果你想让头发漂亮，就是那个飘的漂亮啊，就把那种弧形拐弯的地方给它夸张，大家明白吗？你本来是一个这样的弧度，本来是一个这样的 S 型，
你想让它更灵动啊，或者更有那种戏剧感，更有张力，更抓马一点啊，那就把这种弧形，把这种往外去的地方啊，然后把这些地方给它做一个夸张，让它更弯啊，这个地方就让它这样弯出去，这样飞出去，这样弯出去，它是不是立刻啊有了这种思维啊，有了这种思维，你的那个波浪啊就不会很呆板了啊。首先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哎，你把这种弧形拐弯的地方给它顶出去，给它甩出去，让它变得更大更弯。然后在处理的过程中，你再去综合的去考量一下，哎，这个弯和上面那个弯是不是太相似了，太一样了啊？这几个弯的间隔是不是太就是这个节奏感是不是不好？间隔的太就是间隔距离也太相等了，对吧？或者他们是不是太对称了？这一组和上面一组它是不是太对称了，或者太水平了，太平行了啊？你再去观察这种问题，或者是比如说我这一撮头发，我飞出去的地方细节是不是给它做太多了，挖洞是不是挖太多，显得太乱了？你再去先抓大，然后再抓小，用这种思路去把你的头发，去把这个头发的轮廓啊，这个边缘先给它做漂亮。哪怕你最后是一个纯色啊，是一块单一的色板，它也是好看的啊。好，这些地方继续啊。然后现在呢，这个画面已经处理到我们的视觉焦点已经稍微有点偏离我们视觉焦点了啊，焦点之外了，那就可以怎么样？焦点之外，我们就可以弱化它，就是不要再给它过多的细节和关注。不要再给它过多复杂的堆砌太多的信息在里面，信息一多啊，细节一多，信息一多，就会把注意力转移掉。你看，你同样的一根线飞出来，你想让它好看，就让它有粗有细，对吧？这样子做出来，就是一个有层次的啊。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头发的形状弄好，然后大关系给它做好，下一节课我们再来抠细节。好，到了这边，你看这种，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手在哪，对吧？这里这大面积，你看这边都要被手挡住的，我们花那时间弄它干嘛？对吧？可以不弄啊。但是如果你这里是不画手的，你就把它搞好，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强调好，因为它是从手后面露出来的，所以这块可以搞漂亮一点啊，把这种地方给它弄得漂亮一点。这个边缘还是一个原始的硬边啊，那你给它走一遍，让它柔软一点，不要太硬。这个是最开始填色的那个实线笔刷啊，实线笔刷留下的痕迹。像这种实线笔刷留下的痕迹，最后让它少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们哪怕我再花点时间等你们啊，也不一定是能够大家都能跟得上的，所以我还是你看以我这张图的示范为主，我泛画为主啊。头发我为什么不一笔一笔的带你们了呢？因为咱画的也不一样啊，你的这个弧度有几个弯跟有几缕，你分成几波了，我们分的不是一模一样，没有必要一模一样，所以还是以教这个方法为主，以教方法为主啊。
然后示范，你看示范一下我处理它的一些技法。你看我会把这种硬硬的边啊，把这种东西都给它处理掉，不让它再留下那种填充的痕迹。这个地方是会有手啊，有手挡住的，我就不管了。如果要管一下的话也可以啊，把这个尖尖给它处理掉。就是虽然你看我好像是在掏洞，但其实你们能看到底下的逻辑吗？然后这个洞怎么挖啊？底下是有逻辑的。你看，虽然我这里挖了一个洞，但是你觉不觉得这一根线它和这根线它们是同一根？它逻辑是这样来的，你看它和它是连着的，对吧？这一根和这一根和这个它是连着的，它们是这样一个逻辑啊，它们是中间是有这种逻辑的。所以我们做的其实只是把你看挡住它的这一根，它们的交叉点，这里会出现交叉点，我们只是把交叉点模糊了。好，所以它底下这些，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洞我怎么挖不漂亮？因为这个洞的形状它是由几方啊几个不同方向形成的这个几缕头发，不同的几个方向的部队啊包裹而成，形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形，正负的负啊复形。它复形其实表达的是正形留下的痕迹，所以你不是说随便给它挖一个形状它都成立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头发这里突然挖一个这样的形状，它是不是一定不成立？你看，我如果在这里挖一个这种反方向的洞，它是不是没有办法成立？根本无法成立，对吧？所以你一定要，也可以，你看我也可以挖更多的洞啊。怎么挖？你看把这种地方把它掏大一点。这种是成立的，对不对？我在这里再掏一个小洞洞，成不成立？也成立啊，这种地方都是成立的。你看这个地方，我把它这个洞，我会觉得这一撮头发粗细太均匀了，我想要把它这个地方的粗细给它做一点点改动，我把这个地方给它压扁，给它压细一点啊，成不成立？是成立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啊。那这些地方，你看这里还有点虚边啊，我把这个虚边给它填充，填实了给它。好，这里我再来一个，成不成立？也是成立的，对吧？所以我们在挖洞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看到了它这些头发行走过的痕迹。你看我如果在这里挖一个洞，它是否成立啊？也成立啊，对吧？我是看到了它行走的痕迹啊，所以来那个。但是像这种小洞洞啊，这种很细小的洞洞，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去打洞，因为它属于什么？你看这种小东西，这种很细小的洞洞，它属于什么？属于我们这一层，对不对？属于我说的从1080P 升到4K 高清的那一步啊，属于后面的那一步了。你需要在整体上再增加它的精度，增加它的精致感，你再去做这种细化的动作。先这个不要太早做，太早做首先容易分心啊，让你在同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处理它的大形状，你还要去处理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首先它会分散你的这个啊，会让你的 CPU 过载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就是太凌乱的东西产生啊，细节多了有的时候不见得好，特别是它如果细节堆在不合适的地方，它反而会让你的视觉转移啊，会让你的画面变得很碎很乱，因为细节多了，这种小小的东西多了，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叫什么碎啊，碎碎的，哎，这种东西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追求的啊，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想让我们的画面变得很碎，
所以这种动作最后再去做它，那你宁愿坐在哪些地方？坐在这种地方啊，在这种地方，也不是一开始就急着做的啊。那我们把这些地方的形状，你再给它好好的打磨一下。你看这里啊，我们避免出现每一个这种小弧度都要掏动的情况，那样看起来画面就太死板了。所以你看这个只出现在这一块，我把这个洞给它填上。我有的时候啊，这个我还得给它填上，我让它这一块实一点。那这边也是，重复的内容太多了，它反而会觉得呆板。你看，我就留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中间就让它自然一点。然后这个头发这个头型啊，你如果觉得这边太鼓了啊，用这个液化工具稍微把它推一推，哎，让它这个曲线更那个一点，对吧？让它这个曲线稍微灵动一点，把画出去画多了的那些东西再给修正修正。我们最开始啊，一定是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这种处理大关系、大形状、处理这种大的轮廓这个事情上面。好，我们再来到刘海层啊，再来到刘海层，刘海涂层怎么去弄它呢？首先还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发涂层先打开，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发际线和刘海的这个分布。然后我会用这个涂抹工具啊，用涂抹工具把刘海和脸先去做一个过渡。这种过渡你看要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啊，那就这样给它往里插，往这边顺，你看这样抹顺了，它立刻就好像是从头皮里面长出来的一样。当然你在涂抹的过程中啊，如果抹多了，它会露出下面的头皮，或者是露出下面一层，那个东西可以再去补啊。就用这种方法给它过渡。你也可以把颜色从颜色多的地方往颜色少的地方呢，从里往外推，也可以从外往里推啊，都可以。那像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山羊角的，这里，对吧？我可以把这些地方从皮肤往里面推，让它多露出一点这种无妨啊。我个人是觉得发际线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有一些这种很自然的这种角角，那不是太正常不过了吗？但是不影响她是个美女，而且后面我们会要在这里画上胎毛啊，所以你看我们还要给胎毛预留位置啊，有胎毛的地方，我们让它这块的底下的头发颜色薄一点，不要太重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头发和那个额头衔接的地方处理的稍微的薄一点，也就是说让它颜色过渡的面积再大一点啊，包括发缝这里啊，全部都是柔软一点，把它摊开摊薄，若隐若现，这样我们后期的笔刷往上加才有余地啊，包括这种地方啊，鬓角，鬓角顺着它头发生长的方向去涂抹，去推开它。
这一步做完以后，有没有觉得妹妹又变好看了一些？是不是又变好看了一些？好，然后我们可以画一个发缝啊，可以画一个发缝。这个发缝呢，我们就吸它发际线的颜色，吸发际线的颜色。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用这种走 Z 字形的方式，你看，用这种走 Z 字形的方式从它的皮肤往上画出一个这种浅色的啊肤色的发缝出来，画出来。然后这个发缝不是宽了吗？你现在会觉得宽了，对吧？画好以后，我们再用这个涂抹工具啊，把它弄小一点，用这个涂抹工具从外往里推，挤压一下它，推一推，从里往外也可以啊，这样去推一推，挤一挤，把这个发缝，再给它，往里面慢慢给它填上，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逼真啊。所以这个发缝我们是画在头发上的，并不是说预留出来的。这一步能跟上吗？好，最后我们把鬓角给它画一画啊，把鬓角给它画一画，像这个，前面的小碎发、小胎毛这种东西啊，我们就要像那个，特别这种小碎发，我们就要像画睫毛、画眉毛一样，把它留到比较靠后，留到后期再去画它，不要在前面急吼吼的就给它画上这种细节啊。我们一定是先大再小这个顺序，希望大家是遵循这个大的这个步骤来的啊。其他的小的你可能说顺序跟我不一样，没太大关系。像这些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用液化工具去调一下它的形啊。你可以看到它的头发这边，我们后面还是要画个玫瑰的啊，把这个地方给它稍微压扁一点点，去调一下形。这些都是可以调的。好，回到刘海层，我们把这个鬓角给它画了。这鬓角也是，如果你想让它这些地方啊蓬松柔软，我们刚开始可以用这个铺色小牛，去吸这个头发的颜色啊，吸这个头发的颜色，把它画出来。它这里不是所有的头发都得一根一根去画啊，你像这一大片，我们先是把它当成一组，像一个那种丝带一样的片状的结构去画它的，所以它是有这个鬓角的两条头发的设计，我们是有两个片状的东西，然后再带着一些线状的。如果全都是线状的，它会太乱啊。我们尽量避免出现太多凌乱细碎的那些东西。你这里先把它这种片状的整体的东西，很多同学说头发画不好，首先我教大家一些正确对待头发的态度。头发画不好的同学，就是因为你画的时候太急躁了，你把头发都当成是3000烦恼丝，你把头发当成是一根一根的东西去画了急躁，所以你画出来的，在你手上表达出来的，表现在你手上的动作，就会是这种歘歘歘歘歘一根一根，
啊，如果你都是这样去画头发，必然是画不好的啊。所以如果还抱着这种认知去画头发的话，就很难。所以你把头发先当成一个漂亮的形状去处理。这个形状是指是什么？就追求一个外轮廓好看啊，然后就外轮廓好看，然后里面全都是均匀的颜色，你把它给填实了。你第一步能够做到这一步，就成功了一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一直是在教大家一些思路啊，一直是在教你们一些思路，而不是说怎么用，哎，怎么跟着我把这张头发给画好了，不完全是啊。包括画颜色，对吧？画色彩也是给你们一些新的对于色彩的理解。这是我自认为我讲课讲的比较好的地方啊，不是只是带着同学闷着头在那里照着画，我是希望能给你们一些总结性的啊，有总结性的，可以举一反三的，甚至是可以纠正你们以前的一些嗯固有就是固有偏见，打破你们以前一些固有偏见的东西，主要是在这个上面讲的比较多。好，这两撮啊，你看这两撮大的是这个鬓角，我个人觉得啊最出彩的地方。现在我看一下，做这两边我比较一下哈，右边轻了一点，左边重了一点，那我选择把这个尾巴稍微加重一点，对吧？让它平衡一下。好，现在呢，我在用啊，你看有了这个，我在干嘛？我在用这个涂抹工具。我现在画的，你看我不是一条一条画的，我是一大片一大片画的，但是画完以后它总归会有一些深色啊，深色是特别容易看出来它颜色不均匀的。就为什么我们在画皮肤、画脸啊、画这种眼睛啊或这些眼影这些地方，你还会觉得颜色上的蛮均匀的？为什么一到头发你就会觉得颜色特别容易上不均匀啊？因为深色你要上均匀是比较难的，要少量多次很多遍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种，你看用涂抹工具把中间给它抹均匀了啊。这个颜色不一定要画的很实哦，你看我这片用轻轻的，它自然会形成一种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那种状态啊，有一点那种水墨的感觉，水彩水墨的感觉也 OK 啊。我们不追求，也不用追求这个头发的颜色啊特别的均匀，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深浅，它只要它均匀是均匀在哪，只要它质感均匀就行了，没有太凌乱的笔触啊。那如果它是自然的，有一些深浅的过渡，有一些深浅的不一样，其实是 OK 的啊，并不扣分，可能反而还加分。我们把这种凌乱的东西给它处理了，理顺了。我前面是用铺色小牛啊，前面这一步是用铺色小牛，先给它软软的做了个底。然后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用细节刻画笔刷，再去把它的这个边缘啊，给它再修漂亮一点。注意这种地方啊，这种地方你想让它有那种轻盈蓬松的空气感，就下手一定要轻啊，一定要轻轻的下手。你这个时候把这个线稿层再关的弱一点，这样轻轻的去画它，然后在有必要的时候增加这种一丝一丝的感觉。
好，这个地方我不是设计了一个拐弯嘛，对吧？拐弯的地方呢，就一定要做到啊，做到这一片就是一个丝带一块丝带的 AB 面，你要让它做到有色差。比如说这是一条丝带，我在这里翻转了，你看在这个地方翻转了，那这一面是 A 面，这一面是不是 B 面？啊，它 AB 面在这里有一个翻转的动作，那我就是让 A 面的颜色和 B 面不一样，那我比如说 B 面的颜色我画的比较深，然后 A 面的颜色画的比较浅。你看它在这条交界线的部分是不是在这条交界线的上下，它突然有一个颜色的色差，你就能感觉到哦翻转了，get 到了吗？啊，所以我们在画这种头发一片头发扭来扭去的时候，就注意在你原来设计的这种最细的地方啊，要给它画出一个清晰的色差感，清晰的那种 AB 面翻转的感觉。啊，这个地方我可以就设计上面深一点嘛，顺着我刚才的那个颜色，然后到这里它又翻转了，那这次我让它下面深一点嘛，你看它三段，你看它是一个 ABA 的翻转是吧？翻转到这边来，然后又翻转回去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交接的地方给它把颜色画深一点。这中间我还可以啊用细一点的笔刷去画出一些辅助的这种小发丝啊。那这个时候它如果还有一些发丝飞出去啊，你就会觉得仙女的头发丝。在它底色均匀了以后，你剩下来的笔触会顺着它走啊。如果是顺着这个毛流走的，再出现这种小笔触，你就不会觉得很凌乱了啊。到这一步你不会觉得太凌乱了。好，这里既然我已经用了一个浅一点的颜色，那我就重新吸这个浅的颜色啊，把它做完。这个边缘既然我已经设定了是一个 AB 面，我就把它卡出来。好，这个时候它因为是头发丝啊，它毕竟不是一根缎带啊，它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里面会有一些不听话的小头发丝，我不按照你的 AB 面去翻转，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行不行？也行啊，那只要，但是你要设计出它的那个是漂亮的，它的走势啊，走出来以后是好看的。就像我说的，又回到那个了啊，就是把这种，你看又是同样的方法，其实思路是一样的，就是把这种拐弯处看到没有？拐弯处啊，给它夸张。你看我飞都是在这种拐弯的地方往外飞，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往外啊，我不会在它凹陷的地方这样去往外去设计的，这样就会很乱。顺着它啊，顺着它的走向，在拐弯的地方飞出去一些，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在这里面掏个小洞洞啊。这个时候呢，你在这种地方掏一些小洞洞，它是不是合理的？那这种地方就是合理的啊。
那像这个头发一根出去，还记得我们画睫毛是怎么画的吗？睫毛我们也不是一根就一根，对吧？我们在它的根部啊，在它的肩部都会去处理的。所以像这种头发，你一根出来的话，你可以在出来的这个根部把它加粗一点啊。然后在它拐弯的地方，你又可以让它又那个什么节外生枝，这叫再让它节外生枝，又让它出现一个小朋友啊，跟它分分合合，搞个 CP 出来。头发就这么画它。好，这种地方注意啊，那贴到这个生长从脸生长出来的地方要注意，像这种鬓角一定要给它画实了啊。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勾线没有勾到，不代表它不重要啊。勾线没有勾到，但是它会长头发的。所以像这种地方，你一定要让它头发画到位啊。啊，这里还有一撮小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撮啊，这一撮是我最想保留的，因为这个形状很好看。还是一样啊，用铺色小牛。那先用铺色小牛把这一撮飞出来的这个形状给它画好。我看一下我的那个线稿层啊，怎么设计的啊？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你不一定啊，但是你在画到这一步头发，它是一个最自由的形态，你可以根据你当下的这个画面去做一些调整，也不一定非得再一模一样的去按照线稿去走啊。线稿只是给你一个大纲，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这边也有一撮啊，我希望它这两边是那种有一点这种对称的感觉，但是又不要绝对对称。仙女的头发，你们觉得头发这样讲清楚了吗？对头发，对画头发有没有什么新的概念？像这种他们在根部啊，在根部这一簇和那一簇，一簇头发和一簇头发相碰撞、衔接、重叠的地方呢，像这里，我们就还是把颜色给它做实了啊，就是不要让它出现虚着在那里很多的色，很多的那个笔触打架的情况。就深浅不重要，我说的实是指它这一块啊颜色均匀，但是不代表一定都得颜色很深啊，不代表都得黑黑的。你如果觉得这块，比如说鬓角这块，你如果觉得把它颜色做实了，看起来就是很压这个脸，看起来很不衔接，那说明你的颜色可能选的有点深，你可以稍微选的浅一号色啊。好，那这边同样的啊，先画好了大概的走势，然后呢，第二步用涂抹工具，你看，用涂抹工具把它，像我说的做实了啊，就把这些地方深深浅浅、坑坑洼洼、凹凹凸凸的这种地方，斑斑驳驳的地方，先给它捋顺了。你这个时候啊，画多了还可以用橡皮擦啊，不好看的地方还可以用橡皮擦给它擦掉。画毛了的地方，比如说画出去啦，对吧？像这个尾巴不漂亮啊，你完全可以用橡皮擦啊，给它修正一下。
涂抹工具把它抹匀。这个底子可以先抹匀啊。我们的头发不是说最后看不到一点笔触。你看我的这个头发和这个头发，这个头发上面最后它也是有那种，对吧？毕竟头发还是一个一丝丝一缕缕的东西啊，所以它最后会出现一些顺着它长势的那种笔触。但是这个笔触绝对不是到处都是，你看它就是一些笔触点缀在一些比较均匀的一个底色上面，你就看着不那么糟心啊。你看这个也是，看起来好像也挺复杂的，但这些笔触你看都是局部存在的啊，都是在某一些地方，哎，突然这个地方比如说笔触比较多，但是还是有颜色。你看像这一大片颜色是不是还比较整啊？有整块的地方，也有这种细节多的地方，你才会觉得不凌乱啊。否则如果整颗头到处都是这种笔触，你会觉得它乱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是要做这种取舍啊，画画就是画个对比，这个就是属于什么零和整的对比啊，就属于疏密，属于一个疏密，就是疏的地方就是说比较空旷啊，细节比较少，比较平整，然后密的地方就是你在那边笔触比较多啊，比较密集，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疏密的对比，零和整的关系。它也是就是能够体现出你这张图的节奏感好不好的一个方面啊。就是为什么会，我以前也挺奇怪的，为什么会把这种音乐上的形容词，对吧？节奏这种东西放在画画上面，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节奏感这个词还挺妙的。好，抹好了以后啊，先把它抹匀了，再去用这个细节笔刷去把它的这个边缘给它美化一下，对吧？包括像这种啊 A B 面翻转的情况，你如果在这里想要设计一个 A B 面翻转，你就给它来一个啊，你在这里给它做一个色差，那你把上面的这个地方画的淡一点，不是说你的一整块啊，不是说 A 面和 B 面一整块颜色都要有色差，其实关键是你把这个翻转处做出色差就行了。所以你看我这一面，它在翻转处的地方颜色是深的，但是到了这下面它洒开了啊，它又可以淡一点也没关系。那这个地方我给它下面再设计一个小翻转，在翻转的地方把颜色加深一点，对吧？把它这个结构给它卡出来。好，然后再下去我就让它自然过渡下去了嘛。啊，就是这么一个操作啊。把那个线稿关了，把线稿关了，好好的去抠一下这个形。好，再来一些我刚才说的一些调皮的小发丝，对吧？你像这种地方啊，这种地方它漏了下面的这个肤色了，其实也是不应该漏的啊。但是你如果用这个颜色去给它填实了，就不好看。你看，你如果用头发的颜色，实心的颜色去给它这样卯实了，它不一定好看。那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吸它这里的颜色，它是一个透透的啊，但是它这个颜色你吸出来，你可以把它画实了啊，把透的这个部分给它盖住。然后不该透的地方不让它透啊。那有的地方像这种地方透一点也没关系，它毕竟是头发丝，它也不是一个绝对，它也不是一个绝对不透明的物件。头发丝是有一定的那种透光啊，对吧？透光透形，有一定的这个特性在里面。好，把它的这种飞出去的这个细的头发丝的这个
感觉，你看还是一样，你看我又是在这种拐弯处去把它做手脚了，你看把这种转弯的地方给它画的更大，对吧？又是在这种转弯的地方啊，让它多一些分叉出去，就是加强它的这个 S 型的这个姿态。好，然后中间你是可以来一些这种小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 freestyle，要不然显得过于工整了。我个人其实对于头发来讲，我还是希望它有一些这种随意啊、飘逸感的啊，灵动感在里面，不希望它每一根都是那种过于雕刻感，太匠气了。如果每一根都是完全在计划之内的啊，虽然我之前也说了，你要有些设计感，但是设计的太过头了就会匠气，就会显得呆板，显得不够，怎么说呢，对吧？不够灵动，弹性不大啊，等等等等，反正画画嘛，画画它就是一个，其实你真的要去好好的品它啊，也可以品出很多东西来的。所以为什么当你看到一些大师啊，那些前辈，那些在历史上都留下名字的那些人的画，你还是会有那种醍醐灌顶、虎躯一震啊那种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真的有的东西的它的那种灵性啊，是你怎么去模仿、怎么去雕琢、怎么刻意的去学习都搞不来的。当然到了那个层面啊，那个层面拼的就真的是天分了，咱也没有到那个层面哈，但是可以去努力，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可以欣赏啊，可以欣赏。然后像这种地方啊，像这个鬓角往耳朵后面挂的这种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那种一丝丝的感觉给它画出来，就不用画的太整块啊，可以让它有点空气感啊，是那种头发挂上去的感觉。好了，那今天的课，哦，今天的课要么到这里吧，你们吃得消吗？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弄头发啊。但是今天回去大家有一个任务啊，就是你们得把整个头发的这个型都给它修漂亮了啊，我要得到一个好看的这个轮廓。下一节课我们再来对它进行里面的结构的结构的刻画和它那个质感的刻画啊，因为下一节课它最后的那个内容稍微那个轻松一点啊，是手啊，画手和画衣服，我们这张手和衣服的内容都比较少，所以就多留一点给头发。所以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啊。那像这个我把线稿关掉以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涂抹还没有到位啊。这个地方的涂抹，把它再抹顺一点。然后这一撮可以先画上。刘海啊，这几撮大的咱们可以先给它弄上啊。我再给大家演示几个吧。这一撮大的，这撮大的可以先画，然后这一撮我们之前画的几个，对吧？这一撮大的也可以先画。发际线和那种小胎毛，我们最后再去画它。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画一笔测时笔，我看看你们画的怎么样了，下课之前再看一眼，加油啊！今天的作业就是完成除了胎毛、小碎发啊之外的所有的头发的这个轮廓的部分，就是呢，现在把这些地方啊，到时候把这些边边角角再处理的干净一点，设计的再漂亮一点，那种小碎发呀，就这种旁边飞出去的这种啊小的啊还不错啊，还可以。小熊 VV，你画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有一点点深，你画完之后可以整个把它的颜色啊稍微的调亮一点，知道怎么调吧？然后如果头发我们要调色啊，我们有2层，2层一起调，你记住那个数值就好了。比如说现在我要把整个头发再加深一点，或者是调浅一点，我在这边点调整啊，点这个小的魔棒符号，在色相、饱和度、亮度这里面调整。你让它浅一点，你就把亮度调高。像这个亮度，我们1%、1%的加就好了。啊，一点点加。但是你记住这个数值，比如说你这个亮度调到原来的，比如说52%了，看后面变成52了啊，那你前面也一样变成52就好了。你看它就和谐了啊，2层一起调，就是它不能一起调，就是2层分开调，但是你把这个数值给它记住。大家注意画这个头发，画这种头发丝的时候啊，你要不想让你的妹妹看起来像是那种钢丝头发啊，或者是很油，或者是3天没洗澡，或者是发胶喷多了，如果不想出现我说的上述这几种情况，那么一定要注意是什么？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下手得轻啊，特别是画这种飘出去的头发丝，飘出去的头发丝你下手一定得轻。否则那就是3天不洗头啊。像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用那个橡皮擦啊，橡皮擦也可以用，擦掉那些粗的多出去的。像这种地方你要轻一点，柔和一点，你要对待它要像对待自己的女朋友一样啊，温柔一点，这样它才会成那种很轻软的状态，然后你一笔画下来，它因为你的手很轻啊，它也会自然的形成那种有深有浅的那种质感，而不是呢傻愣愣的一根，知道吗？这个就是硬啊，这个就是软，看到没有？这两者的差别，我没有做任何参数上的调整，你看光凭手上的力度啊，硬硬的画下来一根，和软软的轻轻的画下来一根，那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练习手轻，所以为什么说画画手要轻啊？你手轻，你再有一些地方，对吧？这种毛茸茸啊，那种很丝滑滑的这种地方，它就能够体现出那种感觉，而且在你需要少量多次的叠加上去的时候，它就能慢慢的把这个效果叠上去，而不是一下子咔给它画猛了啊。像我画的现在，我想要稍微调整一下，你看这个妹妹，我觉得她太阳穴挺宽的，我的这个妹妹是一个鹅蛋脸，那我把所有这些图层都选中啊，稍微调一下脸型，然后我可以把这两边稍微拉宽一点，这样会跟她本人照片相似度会更高一点。就是说在画画的时候啊，咱们时刻去观察去调整。包括像这个地方，我这里的鬓角的阴影给多了，对吧？给多了，我用画笔或者是用涂抹工具，把它再往回找补一点，让脸的这一块处理的更干净一点。
啊，这边也是啊，这边阴影给多了，往回找补一下。更好看了啊。好的，今天啊回去把这个耳朵也给它画完，把这个耳朵画完，把身上的勾线给它勾了，然后把头发给它好好设计一下。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然后你们在画的时候啊，也是调整，可以用液化啊，可以用液化或者用各种方法调整一下你的妹妹的这个型。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什么？你修照片啊，对吧？你自己拍完照以后，你有一个 PS 的过程嘛？你 P 照片怎么 P 的啊？你就用这个思路去调一下这个妹妹的型，把它弄得更好看。因为我看有个同学画着画着，好像眼睛更加不对称了啊，眼睛眉毛有点歪掉了，你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歪掉了。还有这个看一下颜色啊，看一下颜色，有些地方的颜色是不是画的太深了？个别同学眉毛画的有点重啊，眉毛画重了怎么办啊？知道怎么解决吗？啊，知道怎么解决吗？跑到你的这个皮肤层啊，这一层，给它在这个眉毛这里，你看扫一点，用这个铺色小牛，在眉毛的底色这里扫点肤色上去，把它扫淡一点啊，扫一扫，是不是就淡了？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了啊，就是画画一定要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要闷着头一味的往前走啊，问题出现了你得把它解决，这个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调整画面的结构，我觉得这个对于画画来说是最难的，很多同学会觉得，哎呀你画这么多头发一根一根的啊，画好像很累，会以为是这个东西很累，其实像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这种工作，比如说你画一个毛衣，对吧？你那些毛衣上面的麻花一点一点的去画它啊，或者你画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质感都是重复的，那些东西都是体力活，它不累的。最累的就是你一直不停的观察画面，调整画面，这个才是累的啊，解决你画面中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你只有这个东西的敏感度提升了，你的画面才会更好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啊。那我们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三，我们周五再见喽。周五结束以后，哎，就可以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大家用来再把作业补一补，再或者是有时间的同学再去开发一下其他的。OK，拜拜啦，晚安啦，大家辛苦喽。